你早该改口了，应称我王叔。称呼惯了，父皇都不说什么，小皇叔就别让我改口了。小皇叔不让七小姐给我医治的事传出去，是为了保护她吧？你不会真的想让她做我的小皇婶吧？听到这儿，云洛家的脚步顿下来。三皇子的生母纯贵妃是郑国大将军的亲妹妹，皇后一向不喜欢纯贵妃。云洛家宫斗剧看得不少，大概也猜得出给三皇子看病是有危险的，因为怕有心人为难他，所以君清燕才让人把他接到安宁王府过来。见过安宁王和三皇子。七小姐不必多礼，坐吧。云洛家坐下，看了一眼君清燕，只见他面色坦然，倒是也没把昨天他说的话太放在心上。是等你们这盘棋下完再做治疗吗？不下了，七小姐给萧景治疗吧。好，麻烦三皇子把外衣脱了，里衣解开衣带，胸膛露出来。必须要脱吗？你不想脱呀？那可能不行。你要是不好意思，便让王爷回避一下。君景霄心想，他哪里是不好意思呀，明明是怕被小皇叔打死啊。需要本王回避吗？君清燕虽说是在笑，可是君景霄却感觉到了从所未有的压力，通体生寒。不用不用。你病了这么多年，身材不好也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云洛家如此直接，君景霄脸色一红，他转头看向了一直盯着云洛家的君清燕，那眼神似乎在说：小皇叔，他嘴淬了毒吧？君清燕却根本都不看君景霄，他那双墨玉般的眸子一直盯着云洛家，眼底是掩藏不住的笑意。君景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那从不近女色的小皇叔啊，绝对是着了魔呀。终于给君景霄针灸结束，要坚持吃我给的药，不要剧烈运动，情绪不要有太大的起伏。如果觉得不舒服了，就赶紧服用我给的那颗速效救心丸。我就先回去了，3日后还来这里吗？3日后还要麻烦七小姐来安宁王府。君清燕唇角带笑，语气温柔。本王让人送七小姐。云洛家看了一眼君清燕，被他眼底的笑意晃了一下，他赶紧别开视线。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不用马车送，我自己走回去。君景霄还在那边整理衣服，云洛家就已经跑到了外面。看着脚下如生风一般的云洛家，他怔怔的半晌才回过神来，看向君清燕。小皇叔，他在躲你啊，那眼神躲得不要太明显了。你怎么着他了呀？躲没关系，无动于衷才令人头疼。君景霄倒是不太理解了，但君清燕不解释，只是淡淡一笑，对着旁边的大林子吩咐了一句：给本王找块合适做箱子的黄檀木来。要木头干什么？君景霄这会儿更不解了。君清燕还是没有回答他，只是拿起一颗白子，垂眸示意对方继续下棋。呸！没钱还想抓药，那么穷，活着也是受罪，不如早死早脱生，没准下辈子能投胎到个好人家。我看你这药也别抓了，去找那个小贩拿点老鼠药，跟你娘一起吃了，一了百了。医者仁善，没钱不给抓药是没问题，但你让人离开就是了，何苦又是动手又是咒骂人的？还有，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你这个嘴是早上吃屎了吗？满嘴喷粪，我觉得你才该早死早脱生呢，下辈子定然可以投胎做个畜生。哪里来的疯女人？关你什么事？赶紧给我滚！不滚我可就动手赶人了。再不走，老子打死你信不信？那小姑娘见掌柜的拿出鸡毛掸子，吓得拉扯着云洛家的衣裳。姐姐快走吧。云洛家低头看了一眼直到她腰间的小姑娘，看着她满脸的担忧，摸了摸她的头，安抚她。别怕，他打不过姐姐，姐姐给你抓药去。我要千年人参1株，百年灵芝1株，犀角、麝香、西红花，就这些吧。小姑娘，存心找事儿是不是？别以为我不会拿鸡毛掸子赶你出去。我就是要买药，你们开药铺的不会连这些药材都没有吧？哼，这些药材怕是皇宫御医院才有，你来我们小药铺找，不是存心找事儿是干什么？哦，御医院才有，你们这破药铺没有啊？你说谁是破药铺？这些药别说我们没有，整个京都城的药铺都难找，
你凭什么瞧不上我的药铺？哼，你没有，我有。哼，你有，笑死我了！你要是有，我把药铺送给你。你有个屁！大家都来做个见证了。掌柜的说，我要是有千年人参、百年灵芝、犀角、麝香、海龙这些药材，他就把药铺送给我。真的假的？你能拿出那些千金难求的珍贵药材？能不能拿得出，看掌柜的有没有胆子赌了。我没胆子，我有的是胆子。小姑娘家的在这儿口出狂言，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怎么被自己吹的牛砸了脚后跟的。你要是拿不出来，就跪下来给我磕头赔罪。可以，口说无凭，掌柜的立个字据吧。快立字据啊！你是不是怕了呀，掌柜的？大老爷们儿可别出尔反尔的，要不可就没脸了啊！掌柜的立好字据，云洛家提醒他按上手印儿，拿起字据看了一眼，折起来收到袖子里。哎，你还没拿出药材呢。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千年人参，大家都看清楚啊！我得确定是不是千年人参。还有呢，我看你也就能拿出这一颗人参吧。药材全部取出后，他对着已经傻眼的掌柜摊了摊手。掌柜的看还有少吗？来，有懂药材的兄弟也可以进来看看。一样不少，全部是千金难求的上等药材。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从袖袋里取出这么多药材？你肯定作假了，我要验证一下。哼，我平生最看不起两种人，一种是言而无信之人，一种就是打女人的男人。这会儿已经无事了，公子若是有事儿，便先走吧。我无事，等会儿再走。我姓云，名慕瑶，姑娘不必唤我公子，唤我随意称呼就好了。姓云，巧了，咱俩同姓，那就称呼云公子吧。姑娘也姓云？白云的云。掌柜的真的有可能去报官了，云公子不走的话，一会儿可能要被牵连了，还是早些离开吧。我若走了，姑娘岂不是要单独面对？你就不怕？怕什么？怕事情就不会来了吗？与其畏首畏尾，不如迎难而上。说得好，没想到姑娘小小年纪就有这般见解，那我便更不能离开了，留下来给姑娘做个人证也好。你也不比我大多少吧？今年刚好弱冠，小姑娘可及笄了。刚好及笄，你大我5岁。话音刚落，他就听到外面传来匆忙杂乱的脚步声。这掌柜的速度还挺快，你再不走，可就真的走不了了。人这不就来了吗？官爷，就是这个小姑娘，青天白日的就想强占了我的药铺。大胆刁民，竟敢目无王法强占他人铺子！官爷，您看看，这是掌柜的白纸黑字立下的字据，还有掌柜的指印，是他输给我了。我不但有字据，还有证人，您要不要了解清楚再说？你这姑娘胡言乱语些什么呢？这个是真是假还说不定。拿来，我给验证一下。官爷，你这是收了掌柜的好处，在这里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了吧？不知道你们衙门的官老爷知不知道你私自受贿这种事儿啊？给我把他抓了，押进大牢！急了这是。身为官差私受贿赂，胆子倒是挺大的。我看该进大牢的是你。都给我上，抓了他们！云慕瑶见过安宁王。小文将军不必多礼，起来吧。小文将军，他没想到今日就遇到了他娘最中意的女婿人选。七小姐。君清燕咳嗽2声，拉回了云洛家的视线。发生了何事啊？本王路过看到这边斗殴，又瞧见七小姐在，便过来瞧瞧。云洛家忘记了给君清燕行礼，这会儿索性忘了就忘了。他很淡定地跟君清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出尔反尔，还收买官差，这个事情得让京兆府尹来判呢。去个人把你们大人请来，就说本王在等他。是，小的这就去。小的一时糊涂，王爷饶命。君清燕对小林子一挥手，小林子过来对着他的胸膛就是一脚，用力地踩住了他的脸。闭上你的嘴，别吵到王爷。云洛家见君清燕这般，便知道他又要管自己的闲事了。其实有人撑腰管事的感觉是很好的，只是云洛家不太愿意让自己去依赖任何人。依赖一个人久了，就会慢慢的离不开他，这种感觉很可怕，倒不如开始就不去依赖任何人，
不过以君清燕的身份，他想管他也没有权利不让他管，只能在旁边看着君清燕怎么处理这个事。他闲来无聊，竟顺手从柜台上抓了把瓜子嗑起来。那嗑瓜子的清脆声音一响起，大家都愣住了。云木瑶转头看过去，这丞相府的七小姐可真是胆大呀，竟敢在安宁王面前悠闲地嗑瓜子儿。小林子本就看不惯云落家，这会看到他竟然嗑起瓜子儿，皱起眉头就想发难，却被君清燕一个冷眼制止住，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前2天他骂了云落家2句，就被王爷扔出去反省了2天，他现在对云落家是敢怒不敢言。小林是不是也想吃啊？想吃说一声嘛。你不用谢了，王爷要来点吗？可以来点。君清燕把那3颗瓜子嗑完，对着小林子伸出手。小林子愣了一下，赶紧又把手里的瓜子递给他。见过小王叔，侄儿御下不严，叨扰了小王叔，还望小王叔恕罪。京兆府尹是君清燕大皇兄的儿子，当年先皇大儿子早亡，独子就被先皇留在了京都，现如今在京兆府任职。你确实是御下不严，把你的人带回去。这个铺子的掌柜的售卖低劣发霉假药，视人命如草芥，你也一并带走，按照律法处置了，别徇私落了画饼。是，我这就把人带回去，改日亲自去王叔府上赔罪。店里如今只剩下云落家和云木瑶。君清燕侧眸看了一眼云木瑶。小温将军还有事？微臣无事了，就先告退了。等云木瑶离开后，君清燕才问云落家：七小姐现在可要回府？我刚好路过，可以顺路送七小姐回去。王爷，您不是要去你掐我做甚？大林子对着他，眼睛都要眨巴瞎了。小林子竟然还嫌弃地撇了撇嘴。大林子无奈地叹了口气，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巴掌。不会说话就闭嘴。小林子被哥哥揍了一顿才老实。王爷，我手里有掌柜的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字据，这个铺子可是算我的了。君清燕眼神温和。自然是你的了。今日之事多谢王爷解围，大恩不言谢。王爷有事便去办吧，我不用王爷送我，我还有些事儿，暂时不回家。好，七小姐，本王给你的玉佩，可代表本王的身份。见玉如见本王，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用的。这块玉佩不仅是他母妃留下的，还代表着他的身份，见玉佩便如见到他。玉佩其实还有别的用途，但他暂时没有跟云落家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告诉他。听到君清燕的话，云落家心里猛地一震，喉间似乎堵了一句话，却张不开嘴。他以为只是一块母亲的遗物，没想到竟还是代表他身份的玉佩。如此重要的东西，君清燕竟然说给他就给他了。该说他任性呢，还是说他太信任自己？五哥哥，姐姐，你们要去城外的庄园，可以带我一起吗？母亲也同意你去了。娘同意了。五哥哥，姐姐，你们带我一起吧，我不会添麻烦的。想跟着就跟着吧。母亲都同意了，他若是不让云梦瑶去，难免就有欺负他的嫌疑。最近云梦瑶看着确实老实了，倒不如带着，顺便观察观察，看看是不是真的学乖了。谢谢姐姐，谢谢五哥哥。2辆马车，云逸乘坐前面那辆，云梦瑶、云落家还有冬青、清渊4人坐在后面那辆。马车晃晃悠悠地出了城。姐姐，过2日就15了。云落家一时没反应过来，回头看了他一眼，才明白他的意思。我记得。云梦瑶这是在提醒云落家15要给他解药呢。云落家倒是没把这事放心里，毕竟时间一到，云梦瑶自然会去找他。微风在脸颊轻拂，云落家舒服地眯起眼睛。突然他隐约听到马蹄声，伴随着刀剑碰撞声越来越近。五哥，停下来，让车夫掉头。为何突然掉头啊？话音刚落，迎面疾驰而来一群骑着马的黑衣人。黑衣人与前面一个满身是血的男子缠斗在一起，男子就在他们车的旁边被黑衣人围了起来。黑衣人和男子的打斗惊了云逸马车的马，马匹突然暴躁，冲撞进了黑衣人的中间。一个黑衣人手起刀落，砍了驾车的马匹，马车骤然随着马匹的倒下翻倒在地，又撞倒了一个黑衣人。随着黑衣人的恼怒，便要对车夫动手。
云落家猛然从指尖取出钢针，一下子就扎住那黑衣人的手腕。都在车里待着，别出去，我去看看五哥。云烨的马车翻了，他被卡在马车中，不知如何。姐姐，要小心啊！七妹妹，我没事，太危险了，你别过来。没事，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身后突然有刀冲着他就飞了过来，那利刃划破空气的声音直让他头皮一麻，也把云烨吓了个半死。七妹危险！他挣扎着猛然抽出腿，却只见云落家快速闪身躲了过去，长剑直直地插入他前面的马车上。虎哥，你没事吧？身后一匹骏马快速奔来，他躲闪不及，被人扯着腰带一把拉上了马，腰间抵着一柄匕首。他们的目标是我，你乖乖的跟我走，你的家人就能安全了。我知道你会武功，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你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帮我杀了他们。骏马疾驰，耳边风声呼啸，身后的一群黑衣人紧追不舍，还有云烨和清渊焦急的呼喊。男子直接把云落家扔到他身后的马背上，云落家心里不由得骂娘，指尖的钢针不由得对着黑衣人的死穴飞去。这阴损的男人说的倒是对，现在他就算是下马解释他跟这男人不是一伙的，那群黑衣人也不会信，甚至可能回头伤害他的家人。在你死我活之间，他选择自己活。他的指尖钢针飞出了数根，身后黑衣人全部被击杀，一个不留。人都解决了，送我回去。男子抓紧缰绳，另一只手扯着云落家的腰带，又把他提到了前面。别吵，你现在回去，你家人才不安全。放屁！你当我3岁小孩啊？赶紧的放我下去，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可那男子像是预料到了他的招数，快速躲闪，在云落家还没反应过来时，一手打晕了他。云落家醒来后，火光闪烁，周围漆黑。行了。我说大哥，你有病吧？我帮你把人都干掉了，你还要打晕我？你脑子是被门给夹扁了，还是被驴给踢散黄了？我担心他们还有埋伏。所以你就拉着我给你卖命？我欠你的了，你给我保护费了吗？他知道自己丢了，哥哥一定急死了，也懒得跟这个浑身是伤、看起来就活不长久的男子去辩论掰扯，站起身来就准备要走。现在在林中有猛兽，现在离开不安全。破庙之外黑咕隆咚的，什么都看不到，远处隐约还有狼嚎之声传来。转身回去，靠着柱子重新坐下。要是没遇到这个倒霉的男人，他这会儿应该在廊下看着月亮吃鲜美的螃蟹，而不是在这个破庙里被蚊子咬。现在是走也走不了，索性他也就释然。保护费6000两，衣服你撕坏的50两。你看我像有钱人吗？哎，你这是招惹什么仇家了？非要你的命不可？想要对方命的未必是仇家，也有可能是亲人。云落家对他的话没有异议，看着他包扎伤口费劲，从袖袋里掏出止血药和绷带扔给他。先止血吧，你这血再流下去就没命了。我下半夜可不想守着一具尸体。男子瞥了一眼云落家，不再说话，正准备给自己上药，突然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我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吗？云落家不满地嘀咕了一句，他不想管这个男人，可是见死不救不是他做人的准则呀。看着这新伤盖旧伤的身体，云落家皱起了眉头，把自己的外衫脱下来铺在地上，把男子扶着躺了过去。等到给他处理好伤口，云落家看着他身上各处旧伤，不由得有些牙酸，有烫伤，还有火烙的，其中边伤要多一些。不知道之前犯了什么该死的大罪，被这样不停地折磨。小王叔。君清燕看到君玄逸身边的云落家，眉头微微皱起来。给二皇子拿套衣服。七小姐怎么会跟玄逸在一起？云落家瞥了一眼身侧没有穿衣服的男人，顿时觉得头疼。这场景越看越感觉像是捉奸现场啊！这话王爷得问二皇子，问问他为何要把我抓到这里来。君清燕看了一眼君玄逸身上处理好的伤口，眉头微微舒展。玄逸更衣，七小姐还是回避一下。云落家没说什么，往外走了几步。他想过那个男人可能是杀手，也有可能是通缉犯，甚至有可能是谁家养的面首，都没想到他会是二皇子。先回前方的驿站去休息，明日天亮再回京都。七小姐与本王乘1辆马车。
多亏了王爷找到这里，不然我还得喂半宿蚊子。七小姐怎么会遇上玄逸啊？君清燕有些疑惑，君玄逸怎么会跟云洛家遇上？在京东无聊，想跟五哥去城外庄园玩2日，流年不利，路上遇到了二皇子与一群黑衣人，然后二皇子就抓了我做垫背的。还有件事要麻烦王爷。七小姐说便是了。烦请王爷差个人回去通知一下我家人，告知他们我平安无恙，不然他们找不到我，要急死了。好。君清燕对着身侧的虎啸士兵挥了挥手。你现在快马回京都，通知丞相府，七小姐与本王在一处，安全无恙，明日便回。虎啸军士兵行礼，快步的离开执行任务。谢谢王爷，你可真是个大好人。云洛家在心里给君清燕发了张好人卡。极少有人说本王是个好人。管别人了，我觉得你是个大好人。云洛家这会儿心情轻松了许多，家里人知道他没事，应该就放心了，他心里就也没那么着急。王爷要与我说什么？本王前些日子与七小姐说的，让七小姐做本王王妃的事情，七小姐考虑的如何了？那个，王爷的意思是真的成亲，做真夫妻的那种吗？自然，负责不该这般吗？君清燕说的直白，唇角还带着云洛家看不懂的浅笑。还是说，七小姐还是想利用本王当个避风港，2年后再找个由头离开？七小姐要是真的有那个想法，本王其实也不介意让七小姐利用一下。他倒是有些搞不懂君清燕了，他是什么意思？屡次帮他解围，这种不平等的要求他都能够答应，真的就是因为曾有过一次肌肤之亲？这个男人我觉得王爷跟外面传言完全不同。本王想听听，在七小姐心里，本王是什么样的人？这么说吧，就是外面传言的王爷，若是想要一个女人，应该是强取豪夺的，但我认识的王爷却很君子。君子？君子这个形容本王第一次听到。那七小姐是喜欢强取豪夺的安宁王，还是喜欢君子般的安宁王？这个问题依旧有些棘手，君清燕今天总问一些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我不喜欢安宁王，或许我可以这样说，我不喜欢太复杂的环境，更不喜欢勾心斗角，皇家还有复杂的豪门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这么说王爷明白吗？而且王爷的后院不是有很多美人吗？何必非得要我对你负那个责啊？也许是因为父母婚姻不幸，云洛家对婚姻很不抱期望。本王没有王妃，亦没有侍妾。哪里？你是说皇帝和太后赏赐我的那些照顾我的女人？那些人都是眼线而已。你进了王府，若是不喜欢就处理掉，若是觉得无聊，留着玩就是的。啊？处理掉，留着玩便是了。云洛家觉得君清燕似乎崩人设了。王爷，您不会是喜欢我吧？要是单单让他对第一次负责，那他觉得君清燕完全没有必要对他好。想了许久，除了君清燕喜欢上他了这个原因，他还真想不到别的理由。原来七小姐不知道我喜欢七小姐。本王确实是因为喜欢七小姐，才想让七小姐做本王的王妃。七小姐如何想啊？他还真不至于因为一次意外就要让人以身相许对他负责，只是这些日子相处，他确实挺喜欢云洛家的性子，相处起来不累。云洛家平日里嘴皮子利索，这会子却突然不好使了。君清燕，李王朝的战神，最尊贵的安宁王，一群皇子的小皇叔，他刚才说什么来着？喜欢他。云洛家觉得这比自己重要然后强上了君清燕还要让他难以接受。那个，我去看看二皇子的伤势。他起身想逃，手腕却被君清燕一把抓住，脚下一个不稳就被君清燕拉到了自己腿上。君清燕的手勾在了他的腰上，把他禁锢在怀里。二皇子那边有大夫，不用七小姐操心。你也说了，本王应该是那种看上了便会强取豪夺的人。既如此，本王给七小姐2个选择。我才不会是什么好事儿。七小姐真聪明。君清燕勾起嘴角，眼神温柔。君清燕嘴角的浅笑
云洛家以前觉得温柔好看，可这会儿却是越看越觉得这狐狸精多少有些阴险。王爷说吧，是头诉头都是死不是吗？云洛家想从君清燕的腿上站起来，却被他重新给拉了回去。君清燕手臂收紧，勾着小姑娘纤细的腰肢，要么对本王负责，做本王的王妃，要么本王近来刚好闲来无事，可以找点丞相大人的事。以权谋私，公报私仇，王爷不是那样的人吧？七小姐不够了解本王，本王就是那样的人。云洛家看着他，心中暗骂他无耻。王爷就不怕我给你治病时动点手脚？七小姐不知道，本王若是出事，整个丞相府都是要为本王陪葬的。所以，七小姐如何选呀？这李王朝是皇帝的天下，可实际上君清燕在，皇帝的皇位就在。君清燕若是出事，这皇帝的皇位就坐不稳。所以皇帝只敢让他贪，却不敢要他的命。不但不敢要他的命，还要确保他的生命安全。云洛家想到他地位高，却没想到高到这么变态的程度。好吧，他被威胁到了，他貌似真的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这玩意儿哪儿温柔，哪儿像个好人了？明明就是个会装蒜的大尾巴狼，白切黑的芝麻汤圆呢。有第三个选择吗？有啊，本王可以继续哄着你，直到你愿意嫁给本王。不过你不可与旁的男子过于亲近，就好比今日的玄逸。我可从来没跟二皇子亲近过。云洛家想翻白眼，继续哄着他，直到他愿意。感情之前的温柔贴心都是装的，果然男人太狡诈了。那我选3，王爷继续哄着吧。云洛家再次想从君清燕的腿上站起来，却被君清燕再次拉了回去。王爷准备这么抱着我不松手了？君清燕抿了抿唇，捂着他腰肢的那只手也松了下来。云洛家起身坐回自己的位子，只看到君清燕微微发红的耳根。其实他刚才听到了君清燕如擂鼓一般的心跳，知道他只是佯装镇定罢了。不得不承认呐，君清燕伪装的确实是好，面上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若不是他听力过人，还真以为君清燕如他表面上这般淡定呢。云洛家自知这次是踢到了钢板，这里王朝的战神果然不是白睡的呀。只是嫁人这件事，他暂时还得缓一缓，缓一天算一天吧，不能就这么把自己交代给君清燕。君清燕神情温柔，看着云洛家，看他那生气的小模样，忍不住勾起唇角。小丫头生气的样子也很好看。君清燕说话算话，当天便让人送来6000两的银票，附带让人送了2箱珠宝首饰，还有一匹万金难求的贡品香云纱。这就是传说中万金难求的香云纱，可真好看。云洛家把银票收了，首饰和香云纱让人带回去了。这些不是我应得的，麻烦你们带回去。与王爷说，无功不受禄，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受不起。七小姐体谅，王爷说了，东西送不出去，我们就都别回去了。6000两银票当中夹杂着一张房契，看地址就是他从那个缺德掌柜的那儿迎来的那个铺子。这君清燕真是饿了送饭，渴了送茶，缺啥给啥，什么都能送到他的心坎里。这男人不是情商很高，那就是身经百战。显然君清燕倒像是前者，可怕，这太可怕了。这不是丞相府那个野山鸡吗？被我哥哥退了婚，就想着来买点首饰装扮一下自己，好让自己能够嫁出去啊。就你这姿色，戴多少首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的。哼，你出门前吃屎了吧？满嘴喷粪，自己不觉得臭吗？你瞧瞧你，长得像个泥巴地里钻出来的癞蛤蟆，满肚子的坏水，把嘴都毒烂了吧？你这个乡野村姑，你实在是太粗鲁了，没教养。你们宁远侯府没完了是吗？真当我们家好欺负，一次两次的欺负我们？我们宁远侯府怎么了？你个丞相府低贱的庶子也配跟我说话？啪的一下，云洛家的手抡圆了，从穆北巡的脸上一扫而过。谁低贱？我看你才低贱！你再说我5个一句试一试，再说一句我抽死你！今日人我打了，明日一早我亲自去宁远侯府，跟他们好好解释一下我为何打人。我倒是要让他们评评理。宁远侯大小姐见面就骂我是野山鸡，宁远侯世子让一群家丁小厮打我，还让只留口气就行。我还手自保，
不知道有没有错。你们俩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云洛家根本就不屑于看他，拉着哥哥转身就进了御殿阁。把最好的发冠拿来。云洛家听到穆景眠低声的跟穆北巡说：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回家我们先跟爹爹告状，让他去丞相府给我们讨回宫的。先不要跟爹娘说了，你不知道丞相府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护犊子的玩意儿。他们把乡野村给我当个宝，根本不会惩罚他。等些日子宫里不是要办宴会给安宁王和皇子们选妃吗？你努力让安宁王看上，做了安宁王妃还怕收拾不了丞相府啊？我才不要嫁给个瘸子，我要嫁太子，做太子侧妃。做了太子侧妃也能收拾云洛家。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渐渐走远，说的那些话只把云洛家都听得想笑。哼，什么玩意儿，长成那个德行还嫌弃上君清燕是个瘸子了。对，齐妹妹你可真厉害，回去你教我用鞭子吧，或者教我长枪也行，我学会了以后保护你。不用你保护我，我保护你就行。你要是真想学，空了我教你鞭子。穿云枪法不能教，他还没有弄清楚穿云枪法跟君清燕到底有什么关系。云家族谱上记载，云氏祖宗叫云颜若，云颜若又会穿云枪法又会医术，而且还拥有了君清燕的玉佩和龙吟枪。云洛家的脑中产生了一个不算荒唐，但是却让他有些心惊的想法。云颜若有没有可能是他和君清燕的孩子？可若真是那样，孩子为什么要跟他姓呢？族谱上也没有记载云氏祖宗是一个皇室后代啊。也不对，还有可能医术和枪法都是他传授的。云颜若的父亲是姓云，龙吟枪是后来君清燕送的。还有可能是他没结婚，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取名云颜若。七小姐为何不收本王的礼物啊？无功不受禄，王爷的礼物太贵重，我不敢收啊。本王送的东西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东西七小姐回去时带回去，倘若不然，本王再挑些东西亲自送去丞相府，顺便与丞相大人商讨一下提亲之事。提亲他虽说有些心急，却也想等腿彻底恢复能够正常走路时再去。他这么说只是故意的吓唬云洛家，好让他把东西都收下。这些东西都是他亲自去库房挑选，香云纱更是他专门找皇帝讨要的，云洛家不收可不行。你这么不讲理是不是有点不好啊？王爷送礼一直都这么强势吗？君清燕抬手放到云洛家的小脸上。本王第一次给姑娘送礼，七小姐不收，本王面子上挂不住啊，自然强势。香云纱那样的东西，我做成衣裳穿过于张扬了，我这身份实在是不配。君清燕笑了笑，轻轻地摸着云洛家的小脸。留着做嫁衣便不会过于张扬了。本王的王妃穿香云纱，配得起。云洛家快速回神，猛地一下站直了身体。他别开视线，转移了话题。大连侍卫和小连侍卫不在吗？那王爷怎么要玉啊？要玉的玉桶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很快就回来了。麻烦七小姐扶本王上床，先给本王针灸。本王的腿何时有好转？大概半月，身体毒素可以清除，月余腿部神经可以逐渐恢复。但王爷毕竟瘫了2年，需要些日子做康复训练。去病如抽丝，急也没用。王爷别着急。过几日宫中举办的秋日宴，以七小姐的家世和样貌，必然少不得麻烦。需要本王庇护吗？我说不要，王爷是不是真的会不管我的事情？不会，本王为了王妃的安危，本王定然会保护周全。王爷这么肯定我就会成为你的王妃？王爷这么肯定我就会成为你的王妃？江氏更喜欢云梦瑶，说不定无视他的拒绝，做主把婚事给定下来了呢。本王不是一个会强取豪夺的人吗？强取个丞相府的小姐，又有何难？君清燕话音刚落，只觉腿上一痛，他望向云洛家。七小姐生气了？生气倒是不至于，云洛家只是觉得有些憋屈，好像君清燕给他设定了一个局，他怎么都逃不掉。这种被人操控的感觉让人很恼怒。我这人有气当场就出了，已经出完气了，自然不生气了。王爷的侍卫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不然七小姐抱本王去泡。不会我抱了王爷后，王爷趁机让我立刻负责吧？七小姐这么想，七小姐不觉得不抱本王
本王也可以让七小姐立刻对本王负责吗？本王真的那么着急的话，七小姐对本王无礼那日，本王在丞相府可就发难了。说起那天，云洛家有些心虚地别开视线。大理侍卫回来了，我帮王爷叫进来。王爷再好奇也不要拆了轮椅研究，除了我，你们研究不出来什么，反而还容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还有，轮椅每日晒晒太阳，才能一直保持自动的动力。他并不担心君清燕真的拆了轮椅，就算是拆了，他也看不懂原理，就连里面发电机的材料都搞不明白。本王舍不得拆七小姐的礼物。君清燕只看着他，笑意温和。他虽觉得自动行走的轮椅很是神奇，可这是云洛家送给他的，他又觉得这很正常。云洛家的身上实在有很多秘密，需要他慢慢的去探索。七小姐的礼物本王收下了，本王的礼物七小姐也收下，如何？知道了，不说王爷该闹了。云洛家看着他，扬唇笑起来。看到君清燕随着他勾起的嘴角，眼底满是宠溺的笑意，云洛家的心头竟陡然漏了一拍。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都在我这坐着，还用这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干什么？老二云峥憋不住开了口，发出死亡三连问：你每日去他府中干什么？你是不是喜欢安宁王啊？还是说安宁王强迫你做什么事情了？七妹妹，你跟三哥说实话，你是不是对安宁王动情了？哎呦，七妹妹，你听我哥的，安宁王他虽然不能人道，这辈子都不会有子嗣的。嫁给他，你这辈子连个孩子都不能有，你可不能糊涂呀。云鹤眉头紧皱，沉吟半晌没有说话，只是眼神复杂的看着妹妹，等着云洛家给一个解释。我就去趟安宁王府，至于让你们这么紧张吗？哼，不是一趟，是几乎每天都去。安宁王没有强迫我去他府中给三皇子看病去了。他和君清燕有约定，要保密给他治腿的事，但是跟三皇子可没约定，这件事可以说。哦，这样啊。至于对安宁王动情的事情，应该是没有的，三哥可以放心。安宁王不能人道这事儿有虚，而且我医术这么好，别说他不孕不育可能是假的，就是真的，我也能给他治好了，让他3年抱俩，儿女成群。他前面的回答让大家松了一口气，后面回答云逸的那番话一出口，大家的神情又凝重起来。云逸激动地猛然站起来。啊，你怎么知道他不能人道是假的？他对你做了什么？妹妹单纯可爱，难保不会被人欺骗欺负呀。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云洛家。我给他把过脉，我知道他不能人道是假的有什么问题啊？这话一出，几个哥哥瞬间松了口气。云洛家无奈地笑了笑，君清燕连路都走不了，能对他做什么呀？他也就只能被动享受罢了。被动欺负。梦瑶，你就甘心这般被他夺走了所有的一切吗？你怎么就这般软弱？药给你找了，主意也给你出了，你却被搞得这么狼狈，你真的是气死我了。原来云梦瑶的背后有高人指点呢。云洛家停下脚步，继续听墙根儿。他倒是想听听那个人还有什么馊主意可以出的。云梦瑶踟蹰半天没有接他的话。只有他不在了，你才是家里唯一的嫡女，他只要存在一天，你所有的一切就都是他的了，你明白吗？没有，家人对我还跟以前一样，没有亏待我的。他记得云洛家说的所有话，包括云洛家说他之前的15年都是偷了他的。哎呦，你是不是傻？可你到底不是真的丞相小姐，家里人都是向着他的呀。姐姐她人挺好的。他是在骗你，他早晚会夺走你的一切的。之前你明明可以成为宁远侯世子夫人的，他一来，世子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他把婚退了，本该属于你的身份地位都被他毁了。我扒你家祖坟了，还是抢你男人了，让你在这使出浑身解数挑拨我跟我自己妹妹的关系。你怎么这般不懂礼数，直接闯进别人房中，这般没有教养，果然是穷乡僻壤长大的。云梦瑶看到云洛家气势汹汹地闯进来，已经吓得不敢说话。他心想，宁芊芊完了。云洛家在他身前停住，抬手一把捏住他的下巴。你是哪位？在我家里教训我吗？我的家是需要你一个外人多嘴了，我看你就是多余长了张嘴。姐姐，她是礼部侍郎家的嫡出小姐，是与我一同长大的玩伴，
你别动手啊！礼部侍郎家的嫡小姐，算个什么？你放开我！宁芊芊痛苦地拍打他的手。宁芊芊的婢女从外面跑进来，赶紧上前想要拉开云洛家，可是云洛家转身就将2个婢女踢飞了出去，一把抓着宁芊芊的头把她扯了过来。他向来是不能受气，不服就干，有气当场就出。姐姐，你不要打！云洛家突然转头看着他，直吓得云梦瑶后半句话都堵在喉间，不敢再说。我最烦你这种背地里兴风作浪的人，今天只是给你个教训，再有下次就割了你的舌头。现在立刻带着你的人滚，以后不许再来丞相府，来一次我打一次。被云洛家这么一番教训，宁芊芊吓破了胆，哭着带着2个婢女赶紧跑出房间。这人以后不要再来往了，跟你说话没听到啊？听到了，姐姐，以后不会跟他来往了。过来坐下。云梦瑶哪敢反抗啊，在云洛家身旁坐下。把手伸出来，我给你把个脉。你要说你不舒服，让我过来给你看看。麻烦姐姐了。15那日，推迟吃解药是为了断定我是不是真的给你下毒了。不用试探，我真的给你下毒了，而且那个毒不发作，神仙也诊不出来。你要是想找家人揭穿我，下月15别吃解药，甚至痛去跟他们告状，只是希望你能扛过那种痛，说出话来。我给你下毒不是要你的命，只是约束你的行为。你不作恶，我自不会让你出事的。各位公子小姐，宴会还未开始，你们可以到御花园随处逛逛，但是不可去后宫，惊扰了各位贵人。哥哥们各自找了朋友叙旧聊天，云洛家一时闲来无聊，又觉得店内有些吵闹，就往店外走了出去。云洛家看到云梦瑶跟在他身边，不由笑了。不去跟你那些好姐妹聊天，跟着我做什么？我跟姐姐才是姐妹，她们怎么能跟姐姐比啊？云洛家不再说话，可是身体却突然被人撞了一下，紧接着衣服传来撕拉一声，云洛家的衣服被勾破了。哎呀，对不住了，云小姐，我不是故意的，等回去了，我一定赔云小姐一件。云洛家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衣服，嘴角勾起淡淡的笑意。宁芊芊还以为这里人多，云洛家不敢跟他计较，但云洛家却突然抬手抡圆了胳膊，给了他一个耳光，一时间把宁芊芊都给打蒙圈了。云洛家正想着怎么才能显得自己刁蛮高傲不讨人喜欢，这宁芊芊就送上门来，那他总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机会吧。你竟然打我！云洛家，你是丞相的嫡女，就可以随意欺辱我了吗？你划破我的衣裳，我为何不能打你？我又不是故意的。宁芊芊哭得委屈。穆锦棉看到有云洛家的热闹看，赶紧凑了过来。他又不是故意的，你这人怎么能出手伤人呢？一件破衣裳而已，还你就是了。下这么重的手，真的是恶毒又小气。就是为了一件衣服就打人，果真是穷乡僻壤长大的。你们都看到他不是故意的了。还有，谁说这是一件破衣裳？一件衣裳而已，再贵又能值几个钱？哼，再好的衣裳穿在你的身上也是件破衣裳。本王送七小姐的衣裳，为何就成了件破衣裳？见过安宁王，见过三皇子。七小姐，小皇叔亲自挑选的料子，吩咐宫里最好的绣娘给你做的衣裳，怎么就破了呢？有人想划破它，我能怎么办呢？只是可惜了安宁王的一片心意和这么好的衣服。谁故意划破了本王送你的衣服？王爷，臣女不是故意的，臣女只是不小心勾到了，真的就是不小心。君清燕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不再理会，只对着云洛家招了招手。过来，本王看看。云洛家听话的走到他的身边，只见他撩起云洛家的袖子看了一眼。入宫竟敢带利器，如果不是为了划七小姐的衣裳，那就是为了行刺。把人带下去搜身，审清楚。是。王爷饶命，是臣女错了，臣女认罪，臣女带发剑就是为了划破云小姐的衣裳。他哆哆嗦嗦的把手里藏着的还没手指长的发剑拿了出来。臣女绝对不是为了行刺，求王爷明察。她是个女子，要是被人搜身，名节尽毁啊！倘若真的认定她是进宫行刺，只怕连整个侍郎府都会被牵连。哦，这样啊，那便编20送回去。
通知家人好好管教，衣裳赔偿3000两，让侍郎大人准备好送去丞相府七小姐那儿。君清燕都不知道这宁芊芊是谁家的千金，可是不管谁家她都不在乎，没有人能够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欺负她未来的王妃。等云落家换好衣服回到大殿，大家都已经坐到原来该坐的位置上。云落家毫不在意大家的目光，只低头喝茶，吃着桌上的糕点。君清燕早就跟他说过，她注定会成为安宁王妃，所以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挣扎。说心里话，成为安宁王妃要比成为太子侧妃或是嫁给哪个不知有多少侍妾还争斗不休的皇子要好得多了。既然逃不掉，倒不如安心享受。她可不是小说中什么倔强自尊比天大的女主，她要的是过得自在。如今君清燕等于是给了她仗势欺人的权利，那君清燕的这个势她倒是可以仗一下。她琢磨了一会儿，抬起头便看到对面的君清燕眼神带笑，面色温和，看起来如温润公子。可是接触了这些日子，云落家清楚地知道她这是装的。大尾巴狼。看到云落家的嘴唇动了动，君清燕唇角的笑意放大，眼底暖色更深。她看得懂唇语，知道云落家在骂她大尾巴狼。小姑娘似乎已经在接受她的好意，那大尾巴狼就大尾巴狼吧。君清燕那直白深情的眼神，倒看得云落家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她低头喝了一口果酒，掩饰自己的情绪。太子殿下驾到！云落家跟随众人站起来，头都没抬。上次他在东宫见过太子一面，虽说没看到脸，可他丝毫不好奇太子长什么样子。长得再好，如此阴险的人也没什么看头。他对太子不感兴趣。可是太子却在云落家的面前停了下来。不必多礼，都坐吧。王叔，好久不见了。王叔最近光彩照人，可是有什么好事？确实有好事要发生啊。你啊，很快就要有王婶了。王叔这是有心仪的女子了，谁家姑娘能入得了王叔的法眼？可在这殿内？君清燕没有回答，视线依旧停留在云落家的身上。太子随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挂不住了，眸光不由得沉了下去。丞相府的势力，他是势在必得的。臣女听闻相府七小姐上舞，不知有没有心看的？哦，如此吗？既如此，朕也想看看。云落家望了一眼云梦瑶，云梦瑶对着他摇头。琴棋书画他都可以，独这跳舞他不行。看到云梦瑶眼底的担忧，云落家给了他一个安心的微笑。回陛下，臣女不会跳舞。陛下，臣女在乡野长大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宁远侯之女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臣女乡野长大，必然也能猜到臣女不可能会跳舞。既然他知道臣女不会跳舞，还与陛下说臣女善舞，该算是欺君了吧？这话一出，众人瞬间哗然。我是听别人说丞相之女善舞的，而且丞相之女又不止你一人，你旁边坐着的不也是丞相之女啊？哦，何人说的？在哪儿说的？如何说的？他说让你在秋日宴上刁难我了？啊，小姑娘们闹着玩的，其实听差了。那你会些什么？皇后都已经出来打圆场，云落家自然不好再推却下去。我看君清燕刚要出声给他打圆场，云落家却抬眸笑了笑。跳舞我确实不会，不过我舞剑倒是可以。哦，舞剑嘛，倒是稀奇呀。来呀，拿剑来。给本王找来一把琴来，本王要给七小姐伴奏。哈哈哈哈，多年未听到小13的琴声了，朕倒是十分想念呐。今日就沾了丞相家那丫头的光了，去取敦贵妃的那把风摇琴来。皇兄还真是沾了七小姐的光啊。哦，君清燕这番如此直白的话说出口，刚才还只是猜测的众人，这会儿便已经可以确定君清燕对云落家的心思。云落家丝毫没有被人盯着看的局促感，只是抬眸看着君清燕，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意。感情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准备在秋日宴上给他安下一个安宁王的标签呢。如今他一次两次的当众偏爱他，谁能不知道云落家是他安宁王看上的人呢？朕觉得七小姐配小13不错，小13可要朕下旨赐婚呢？
臣弟还在征求七小姐同意，不过皇兄可安排礼部准备起来，过些日子七小姐同意了，本王便去提亲。哦，小13这意思是人家姑娘还没同意吗？皇帝八卦的眼神看向君清燕，那小13可得努力了呀。快了。皇帝和君清燕的声音并不小，周围的人几乎都听得清楚。太子听了，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太傅若是知道能有王叔这样的女婿，不知道得有多高兴。那是，那老家伙怕是要高兴坏了呀。皇帝的这个反应把太子气得一口鲜血堵在胸口，难受得不得了。琴声响起，云洛家利落出手，见招气势凌厉，随着悠扬悦耳的琴音婉转柔软下来。君清燕和云洛家配合得堪称完美，明明是第一次合作，却有种说不出的默契。宴会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才结束。就在众人准备离席的时候，羌国公主悄声地靠近君清燕，手里不知哪里来的匕首直刺她的心脏位置。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大惊失色。云洛家手中银光闪烁，还未出手，就看到君清燕的轮椅瞬间调转了方向，一把就抓住了那位公主的手腕。只听到沉闷的骨头碎裂的声音，那羌国公主惨叫一声，手里的匕首应声落下，被君清燕的另外一只手接住。君清燕坐在轮椅上，却轻轻松松的一把将人甩到旁边的柱子上，匕首对着那美人公主扔了出去。匕首一下刺中羌国公主的腹部，直接穿透，将她钉在了柱子上。从被刺杀到反杀，只用了一瞬间。君清燕，你杀我父兄，我要为他们报仇！大胆羌国，竟敢派刺客行刺安宁王！来人，押入大牢，给朕审清楚！羌国公主早就被我杀了，他们肯定认为是李朝动杀的，你们就等着羌国大军压境吧！本王等着，传令下去，追上羌国使臣，把他们请回来。本王要请他们喝茶谈心。前几日，羌国使臣将公主送来，在京都待了2日便离去。这刺客口中所说，倘若是真的，那使臣中必然有跟他同谋的。皇兄，你回去休息吧，羌国刺客的事情交给臣弟处理。好，你来处理吧。小林子带着禁卫军疏散殿内所有的人，云洛家也跟着人群出了大殿。七小姐，快随我回宫一趟。怎么了？大林子如此着急来寻找他，定然是因为君清燕出了什么要紧的事。大林子勾着云洛家的腰，一个飞身便带他上了马，驾马往皇宫疾驰，语气也充满了焦急。王爷身中剧毒，危在旦夕，御医束手无策，只吊住了王爷的命，我才这般着急的来寻七小姐。中了剧毒？那刺客匕首上抹了毒，可随着皮肤渗入身体，虽说发作的比较慢，却是要命的剧毒啊！云洛家想到君清燕中了毒，危在旦夕，心脏陡然收紧，不由得催促大林子再快一些。七小姐来得可真快啊！王爷还真是临危不乱，这个时候还笑得出来。总归是要死了，哭丧着脸又有何用啊？死？王爷还没让我坐上安宁王妃就想死，是不是太不对自己的承诺负责了？给我取个盆过来，陛下，麻烦您让他们都出去，我给王爷医治，不适宜太多人在场。姑娘，银针是为了护住王爷的心脉，你这般直接取下来，剧毒会很快进入王爷心脉，王爷会有危险的呀。王爷要是有事，我会偿命的。出去。都出去吧，本王相信七小姐。本王真的还有救。王爷不信我，我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做没有把握的担保。本王还想着，若是活不了了，将龙吟枪赠与七小姐。如今看来，龙吟枪，本王还希望自己用。要不是用性命做担保了，为了龙吟枪，我可是要见死不救了。本王不死也可以赠你。作弊！毒憋出来了一些，剩下的还需要研制解药来彻底清除。他掏出帕子给君清燕擦了擦嘴角上的血。王爷弄脏了我的衣裳，我就不用王爷赔了，但是今日救命的诊费要讨。有些脏了，别要了，本王回去让人多给你送一些。那个假公主死了？去
去大牢的途中就毒发身亡了。啊，那日在街头，是你救了他的命。是我。王爷掩藏了真相，是为了保护我吧？云洛家之前就猜测到，君清燕没有提起他救下公主的事情，应当是为了不让他参与这件事。若是知道他会伤到我，七小姐可还会救他性命？云洛家没想到君清燕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种问题，他凝眉沉吟片刻。当时救下那个公主是为了不引起两国的争端，为了千千万万不曾谋面的百姓。可倘若他知道那个假公主抱着要杀害君清燕的目的，他还会救下她吗？不会，我不给他补两刀，都对不起王爷对我的好。君清燕突然伸出手，一把勾住云乐家的脖子，把他拉向自己身边。做本王的王妃，本王护你此生无虞，与你无上荣耀。我若是不答应呢？王爷准备怎么对我？君清燕苦恼地皱起眉头，深深地叹了口气。那本王便再等等。王爷，你没忘记自己还身中剧毒吧？现在我在救你的命，这个时候可不是调情的时候。调情？本王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七小姐了。云洛家低头看着他，勾起唇角，却忽然捏住君清燕的下巴，对着她的唇亲了上去。我会见不得，我们要见面的日子还长着呢。听到君清燕出事，云洛家的心跳也漏了一拍，他着急得恨不能飞过来。他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君清燕，但他知道若是君清燕就这么死了的话，他一定会伤心。暧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流淌。七小姐，这是……既然我注定会成为王爷的王妃，不如早点使用王妃的权利。王爷，是不可以亲吗？那张漂亮的脸蛋近在咫尺，鼻息之间隐隐传来小姑娘身上的香气。君清燕的喉结不受控制的滚动。自然是可以亲，七小姐想怎么亲都可以。本王只是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啊。君清燕脸上的笑意直达眼底，她抬手摸了摸云洛家的脸。云洛家对上他那含笑的眼睛，倒有些不自在。他别开了视线，然后从袖袋中掏出一瓶药。王爷把这个药吃了，我给王爷取针。君清燕看出来了，云洛家在害羞。本王总觉得七小姐的脑袋似乎藏着另一个天地，里面的东西取之不尽。没准王爷的感觉不错呢，我这里真的藏着另外一个天地，而且还是君清燕亲手送的一个天地。七小姐，本王何时能去丞相府提亲呢？你觉得等本王能站起来了再去，晚吗？当然不晚。他心想，再晚点也没关系，他还不想这么早就结婚呢。王爷服用了我的药，加上针灸治疗，现在体内的毒和之前所在的毒到达了相抵的水平。我刚才给王爷服用了可净化心脉毒素的药，王爷暂时不会毒发，不过还需要解药，至少得给我2日的时间。2日后，我定然能研制出解药。王爷这2日切莫动气，气血上涌会打破平衡，届时便有可能出现危险。他坐在床边看着君清燕，伸出小手摸了摸她的脸颊。需要我在这里守着你吗？君清燕抬手握住他的手。需要。七小姐方便吗？不是很方便，但也不是不行。回家去研制解药当然更方便些，只是他心里有些放不下心君清燕。那本王就强人所难一次，把七小姐留下，可行？君清燕握着云洛家的掌心出汗，眼底是化不开的暖意。那便就在这里研制解药，得让御医给我找些需要的药材和器具。小13好些了吗？毒可解了？云洛家赶紧把手从君清燕的手里抽出来，起身往殿外走去。醒了？是不是一宿没睡啊？王爷怎么下床了？云洛家趴在桌上，睡得脖子酸疼，手扶着脖子转动了2圈，突然想起什么，转头去岸上看了一眼半成品解药。幸好没有碰洒了。辛苦你了。这不算辛苦，以前研究新药方时，整夜不睡是经常的事情。能救王爷的命，这点辛苦算不得什么。君清燕的视线落在云洛家的手上，心中升起一股念头，手心不由得捏紧了些。不用着急，
我让人进来伺候你梳洗，换身衣裳，吃了饭，再继续研制解药。云洛家注意到他的视线，忍不住想笑，于是便主动伸手握住君清燕的手。来不及了，洗漱就算了，衣服也不用换了，让他们拿点吃的过来，我要饿死了。那道菜有问题。牛乳与梨同时会导致腹泻，我刚吃了一口牛乳蒸蛋，若是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再吃了那川贝雪梨炖鸽子，今日啊，怕是要蹲在茅坑出不来了。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有人故意为之，这可得王爷让人去查。跟王爷在一起还真是危险啊，幸好我是会医术，不然今日的吃食就可能不是食物相生相克这么简单了，也许吃进去的就是毒药了。君清燕若有所思，但是却没说什么话。他说过会护着云洛家周全，可自己根本就没有做到。饭菜都冷了，牛乳蒸蛋我吃完了，那个鸽子你可以吃，我先去忙了。他走了2步，又回头看了看君清燕。王爷，要跟你在一起是我的选择，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是不会后悔的。咱俩现在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了，整舵人要让船行驶得稳一点哦。我会的，七小姐放心。王爷别叫我七小姐了，叫我名字就行了，叫我洛家，或者跟家里人一样叫我嘉儿。无倦，我的字，取君子无倦之意。我不喜欢这个词，平日也无人这般称呼。君无倦很好听啊，为什么不喜欢？好了，称呼就聊到这儿，你吃饭，我干活了。他拿起笔在纸上记录了一下，认真的研制去了。刚刚研制一会儿，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启禀王爷，太后召见丞相府七小姐。禀安宁王，太后召见丞相府七小姐，奴才在外面禀报了，没有得到回应，担心殿内出事，这才开门进来了。这就是你擅闯本王寝殿的理由？母后明知道我现在身中剧毒，危在旦夕，七小姐正在争分夺秒地为我研制解药，在这个时候要见她，母后是怕我死不了吗？云洛家分神听着他的话，心头也生出几分惊讶。原来君清燕跟太后的关系不好。关于君清燕的身世，云洛家也从清渊那里听到过一些。君清燕并非太后所生，而是先帝不知道从哪儿抱回来的。虽说是来历不明，但先帝却极其宠爱，将她算在中宫名下，以嫡皇子的身份放在身边亲自教养。虽说知道君清燕的身世，但云洛家万万没想到她和太后的关系这么差。来人，这奴才擅闯本王寝殿，拖下去，杖责30。小林子，亲自把人送回母后身边，跟母后解释下缘由。是。关上殿门，没本王吩咐，不准放任何人进来。这么对太后的人没问题吗？他都不想让我活着，我打个太监有什么问题？你不用管其他，专心研制你的药就好。时间紧急，云洛家确实也不想管这么多。韦七，下来。主子有何吩咐？去查一下今日早膳经手的人，查出来幕后之人。君清燕吩咐完毕，韦七一溜烟的就消失在原地。云洛家忍不住感慨呀，这轻功可真牛，嗖的一下就没了。他就说嘛，君清燕的身边不可能只有2个贴身侍卫。云洛家第一次配比的解药终于做好，先给自己服用了一个护心脉的药丸，取出手术刀，走到君清燕的身边坐下。君清燕疑惑地看着他，割开了自己手指上的绷带，又用刀挑开他的伤口，然后用舌尖舔了一滴指尖上的鲜血。你疯了，这血有毒啊！我知道有毒，我得试药。说完，他也不管生气的君清燕，拿起刚才搓好的药丸塞进了嘴里。有点苦呀，得加点蜜。君清燕蹙着眉头，紧紧地盯着他。你研制药时都要亲自试药？当然不是，只是你中的这个毒有点刁钻，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不亲自试药的话拿不准。那万一你研制不出解药，岂不是要与本王一起死了？王爷得相信我的能力，我说2天可以研制出解药，那就只需要2天。大殿的门突然被人暴力地推开，一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带着一群工人走了进来，大林子和小林子也紧随其后，齐齐地望着君清燕，只等她的命令。安宁王好大的威风啊，连哀家的人都敢打，是不是不把哀家这个母后放在眼里了？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装出母慈子孝的样子，看我还活着，
母后是不是很失望啊？你果然野种就是没有规矩，连孝道都不懂。你可还记得，哀家是你的母后？你本就并非本王亲生母亲，母后这般问本王，那本王便想问了，母后可曾把本王当成过你的孩子？自幼若不是父皇护着，我怕是不知道死在母后手里多少次了吧。我很想知道，母后跟我有什么样的仇怨，非要置我于死地呢？你……太后抬起手对着君清燕的脸就打了过去，可就在她快要碰到君清燕的脸的时候，手腕被云洛家一下子给抓住了。你竟然敢拦着哀家！太后，王爷身中剧毒，是个病人，您这样打病人不好吧？莫生气，王爷不要生气啊！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能生气吗？你怎么能不听医嘱呢？是，我错了，我应该遵医嘱的。调整呼吸，淡定。哼，你就是丞相家那个找回来的七小姐？是我。哼，来人呐，给哀家拖出去，杖责！本王看谁敢！谁敢动他，本王要了谁的命！他身上的气势过于强大，太后的人倒一时不敢贸然上前，娘儿俩就这么杠上了。都是死人嘛！丞相府七小姐敢违抗哀家的召见，还不快给哀家拿下！这时云洛家靠近君清燕的耳边：“啊，你能护住我吗？要是不行，我是不是需要自保了？”君清燕紧紧攥着他的小手：“江儿，你得相信本王。母后，你不要觉得父皇不在了就没人护得住本王了。你要知道，本王从来不需要别人庇护。你这个太后，本王想让你做你便做，本王若是不想你做，那你也该去寺庙给父皇祈福了。”你胆敢！太后被他气得直哆嗦，伸出手指着他，满脸愤怒。君清燕的手摸进云洛家的袖带，拿出那枚黄纹玉佩，对着太后高高的举起：“黄龙卫，见此令者，可斩天子。父皇可与母后说过。”什么？太后震惊地看着他手里的玉牌，踉跄地往后退了2步，竟险些摔倒，幸好被身边的嬷嬷扶住。母后，我以为我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你若安心地做你的太后，便可颐养天年。可你非要跟本王过不去。这下不仅是太后，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君清燕在众人面前把云洛家拉进了怀里，伸手捂住他的眼睛：“本王要杀人了，闭眼，别看。母后，这些人是你害死的，日后再想为难本王的时候，掂量着行事。”他扣着云洛家的眼睛，在他的脸颊亲了一下，然后警告太后：“这是本王未来的王妃，母后可不能为难她。”你是个魔鬼！云洛家什么都看不见，但他听得到。他抬起双手，想要把君清燕的手拉开。“别动，太脏了，等他们收拾干净。”来人，太后受了惊吓，送太后回去休息，利索点，把这收拾干净。虽说云洛家什么都看不见，可是那种利器穿透皮肉的声音他却听得清楚。这种看不见却能够清晰地感知到的这种感觉，比他不得已的用暗器杀人的冲击力大多了。别怕，也别害怕本王，本王永远不会伤你。云洛家虽说不害怕，可是君清燕的话还是让他感觉到了心安。迄今为止，他最震惊的不是君清燕手握对于皇帝的生杀权力，也不是他敢当着太后的面杀掉他所有的人。最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君清燕从他袖带中摸出来的那枚玉佩竟然这么重要。君清燕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他，不是疯了吧？云洛家通宵忙活了一夜，这会儿在君清燕的怀里又睁不开双眼，他迷迷糊糊的竟打起了瞌睡。君清燕愣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偏头看向他的小脸。君清燕本来还担心他是否会害怕，没想到这小丫头竟然能在他怀里睡着，看来他的担心是多余了。他伸手抚摸着云洛家的脸颊，他陡然惊醒：“我有什么不对吗？”“没有，很美。”他回头对上君清燕灼热的视线，突然心里漏了一拍。他抿了抿唇，单手捧起君清燕的脸，
对他的唇亲了上去。王爷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吗？再不把解药弄出来，咱俩就得成一对死鸳鸯了。突然他感觉自己的身下有些不对劲儿。王爷，现在这个时候不是能的时候吧？听到云洛家如此直白地揭穿他，君清燕的耳根一下子就红了，那红色一直蔓延到脖子，将他整个脖子都覆上一层绯色。你这个小姑娘怎么什么话都说呀？不知羞吗？是王爷起了色心，又不是我羞什么？云洛家撇了撇嘴，转身偷笑着走到案几前坐下，却又忍不住多看2眼君清燕害羞的样子。安宁王处事之时冷血果断，但是在感情上却有些害羞，倒有一种说不出的反差萌。云洛家刚坐下，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热浪翻涌，那热浪直往上翻，一口毒血就从嘴里溢了出来。佳儿，王爷淡定，没事儿，解药配比问题而已，死不了人。云洛家是为了给他研制解药才会喝了他的毒血，他此刻就算是心疼也没办法。这个收好。这么重要的东西，王爷为什么给我？是骗太后的，这个不是黄龙令，我母妃的东西怎么可能是李朝的黄龙令啊？他从云洛家手中拿玉佩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没人知道玉佩在云洛家这里，云洛家就不会因为这个玉佩而遭遇危险。骗太后的？太后那么好骗？黄龙卫在他们看来只是传闻，没有人真的知道黄龙卫的特征，更没有人见过黄龙令。他不信又如何？因为见过黄龙卫的都死了。那黄龙卫真实存在吗？知道这件事的，除了太后和你，都死了。你还要问下去？王爷，把药吞了再睡。看到君清燕把解药吃了，云洛家彻底撑不住了，歪倒在君清燕的身边，迷迷糊糊睡了过去。不行了，再不睡要猝死了，天塌了也别。就这么大胆地睡到我身边了。君清燕轻轻地抚摸着他越加滑嫩的小脸，理智上觉得自己不该跟他睡一张床，可是手上却将云洛家往怀里又搂了搂。早晚会是他的王妃，抱着应该无事，大不了明日便去提亲。本来他想叫人进来扶他下床，却又不想让人看到云洛家睡着的模样，便贪心地抱着小丫头又躺了下去。全部都死了？最后查到的人确定与太子身边的太监接触过？我担心打草惊蛇，太子身边的太监我没动。去杀了，给太子个警告。吩咐完毕，他对着尾妻摆了摆手，一回头看到床上云洛家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坐起身来，他忍不住弯起了嘴角。睡够了吗？睡着了跟小猫似的往我怀里钻，我要起床还耍赖的抱着我的腰不撒手。走到床边，伸手摸了摸云洛家还蒙圈的小脸，宠溺地笑了笑。这么喜欢抱着我睡，不如早日嫁进安宁王府，日后我可以每日都抱着你睡。云洛家打了个哈欠，眼神迷迷瞪瞪地看了一会儿君清燕。王爷，你是吃错药了吗？还是说我的解药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你怎么突然这么骚了？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本王的真实面目？还是好困，我缓缓。好饿呀，有吃的吗？饭菜马上就准备好了，我还命人准备了玉泉池和干净的衣裳，一会儿吃了饭后去泡个澡。我回家去洗吧。今晚要回家就睡个好觉。让你泡澡是让你舒缓一下身体，不是因为你身上有味道，不但没味道，反而觉得还很香呢。行吧，虽然没什么怪味儿，但也不香啊。王爷别哄我了。我并非哄你，是真的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气，似花香啊，还有些甜。云洛家在他怀里睡着的时候，他确确实实从药味中闻到了香味儿。你像个流氓。君清燕稍稍愣了一下，也忍不住跟着笑了。他觉得云洛家说的似乎没错，他何时开始像个流氓了？日后倘若太后要召见你，你直接推脱就是了。若实在无法推脱，便立刻让人去通知我。明白了。王爷放心吧，既然你已经是我的靠山了，我是不会放着靠山不用的。他这个人最不要面子，面子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能指望的时候当然要指望一下，指望不上了再靠自己。能成为你的靠山，
是本王的荣幸。佳儿不乖啊，不是让你换我不倦吗？王爷不是说不喜欢这个字，不然叫王爷清燕。佳儿若是喜欢，随意便是，就算是喊我夫君，我也敢应。哎，王爷，我觉得你这2天假酒喝多了。何意啊？太骚了。佳儿不喜欢本王这般，其实本王还有很多面，只看佳儿喜欢哪一面。云洛家着实是有些吃不消这样的君清燕。天哪，这男人怎么做到时而冷酷无情帅炸天，又时而娇羞可爱，时而又这么游出天际的？记得明日去府上给本王医治退疾。我记得了，王爷记得叫上3皇子。云洛家说完便走，可是君清燕却还是没有松手。王爷这是舍不得我？佳儿，明日见。云洛家觉得他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他笑着弯腰扶住君清燕的脸颊，在她的另外一边脸上亲了一下。这儿，明天见。好，快回家吧。再见。云洛家把手抽出来，跳下马车，然后走进府门，赶紧捂住自己狂跳不止的心脏。睡都睡了，干那事的时候都没有这么激动，这会儿心跳个屁呀！亲也亲了，抱也抱了，床也上了，这会儿搞起纯爱了。哎呀，他竟然觉得纯爱更让他心动啊！七妹，真的是你？哎呦，你这2日在宫里怎么样？可有受委屈？这2日，父亲和哥哥都找了陛下询问你的消息。父亲想去看看你，陛下说你在为安宁王研制解药，不可打扰。母亲和祖母都担心的不行了。我没事儿，就是熬了2个夜，这会儿有点困了，想先回去把觉给补了。那安宁王他康复了吗？生龙活虎了。五哥，你要相信你妹妹的医术。哦，那就好。他若出事了，羌国便要得意了。羌国太卑鄙了，竟想出这种无耻的办法来置安宁王于死地。哎，爹听闻安宁王中意于你，爹就是想问问你是否对他有心思啊？你若对他无意，爹去跟他说，绝不让他为难你。爹，女儿主意安宁王，可会对丞相府带来不便？那倒不会。虽说安宁王身份高贵，但爹的佳儿也不是配不上。哎，只是他贪着，爹就是怕苦了你呀。不会的，爹放心吧，我选择了就不会觉得苦。云洛家知道爹爹是真的疼爱他，便也敞开心扉接受这个爹爹。七小姐，王爷在暖阁会客，让我在此等候，让你先去他寝殿稍等片刻。九郎。殿内依旧准备好了糕点，今日那小鸡上除了糕点，还多了一盘葡萄。葡萄在这个朝代算是奢侈之物，少见不说，主要是运输很麻烦。云洛家确实许久没吃，尝了一颗觉得很甜，便端着葡萄出去，坐在院子里的假山上，对着那2只鹤咕咕了几声。不知道鹤肉炖了好不好吃？佳儿惦记上本王的鹤了。不过这2只鹤呀，是好友所赠，吃不得。本王可以让人给你打2只回来炖了。还是别了，我就是随便说说，也不是很想吃。甜吗？酸的。不可能啊，我吃了这么多没有酸的。要不佳儿尝尝本王嘴里这颗。王爷不知道害臊吗？本王不知，不与你玩笑了，先进殿吧，萧瑾有些事情要晚些。进殿后，先给君清燕扎了针，看着小林子把她抱进浴桶。王爷这几天腿部可有什么感觉？这些日子不疼了，扶着东西能站起来，却无法迈步。差不多。云洛家点了点头。再几次，王爷就可以练习走路了。到时候，佳儿陪着本王练习吗？到时候看吧，有时间我就陪你练。康复训练前期，他还是需要陪着指导，后期嘛，君清燕在侍卫的陪同下就可以自己做了。皇叔可在内殿？二皇兄的伤很严重，现在还昏迷着。我一早去了他那儿，在他那儿待了一会儿。御医如何说？医生说没有性命危险，可是二皇兄怎么就醒不过来呢？不若七小姐一会儿同我一同去二皇兄府上，给二皇兄瞧瞧吧。不可，御医说没有生命危险就是无事，佳儿过去多此一举。尚未查出凶手，他不想让云洛家掺和进去。
军景霄自知多言，便闭上了嘴。云洛家拿着针走到军景霄的身前，垂眸为他扎针。他回想了一下军玄义的伤势，确定他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但是不排除伤口感染的情况。算了，这个闲事还是不要多管。那个家伙脾气古怪又穷，若是他真有危险，估计不用他去，皇帝也会要他过去的。王爷，三皇子，我还有些事情，就先走了。稍等一下，本王亲手做的，作为轮椅的回礼，里面放了些宫中绣娘绣的绣帕，赔偿你给我擦血的地方。多谢王爷了。对了，解毒的诊费结一下。看着君清燕，云洛家眼底的笑意带着几分玩味之色。诊费多少啊？本王一会儿便让人送过去。君清燕双眼带笑看着云洛家，旁边的君景霄看着眉目传情的两个人，别开了自己的视线，眼不见为净啊。算了，当我做好人好事了。药香我很喜欢，谢谢王爷，我就先告退了。等他出了内殿，君景霄才开口说话。刺杀二皇兄的事，父皇似乎不再追究了，应是查出何人所为了。羌国那边已得知公主和使臣死在了李朝境内，已经集结了军队，闹着要李朝给个交代。这么快就集结军队，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他们不过是打探到本王贪了，想找个由头找回点脸面，不敢真的发动战争。本王已经让人前进羌国查询公主之事了，一会儿本王进宫一趟，让皇兄将此事压着，无论他们什么要求都不可答应。等些日子给本王下毒之事，本王还要好好的与他们清算一番。小七妹找我吗？我听莫鸾说四哥上午找我去了，我就过来看看四哥找我什么事儿。不着急，先尝尝四哥这里的好茶。四哥，跟我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就是了。是这样的，我前些日子不是出了趟远门去看香料了吗？回来的路上，在两个人贩子手里救下了一个姑娘。那姑娘身子有点弱，我给她请了不少大夫，但是大夫都是说她是自娘胎里出来，身子骨就差，没什么办法。我这2日瞧她咳得厉害，想着小七妹医术了得，想让你去帮忙给那姑娘瞧瞧。听了云帆的话，云诺家突然燃起了八卦之魂，他笑眯眯地问着：“那姑娘就是四哥金屋藏的娇吧？”是，不是？总归这事别让祖母和爹娘知道。云帆平日里特别讨长辈的喜欢，做事也很有分寸。他知道这事儿府里知道那就大了，所以便一直藏着没说。今日也是看到玉棉不舒服，所以才问了云洛家。为何？他身份特殊，还是四哥不准备对人家负责？这个不太好说，暂且先不提了。小七妹什么时候有空，四哥带你去见见她，你顺带着给她瞧瞧身子。我说你这些日子忙什么呢？原来不仅是生意，还忙着陪姑娘呢。我就是个大闲人，要不吃了午饭就去吧。不在府中吃，四哥带你去玉香楼吃。这么着急，可见四哥对那姑娘是真的动了心呀。云大哥，这就是你与我说的小七妹吗？我还想着什么时候有机会见到，没想到今日你就带她过来了。啊，这便是我常与你说起的小七妹。七妹，这位是玉棉姑娘。你好，我叫云洛家。人美，名字也好听。我在京都人生地不熟的，每日都在房中待着，简直是要闷死了。见到一般大的姑娘，真是太开心了。一阵微风吹来，玉棉眼唇咳嗽了起来。云帆赶忙招呼他进屋去，别在外面吹风。云洛家跟着进了房间。我身子不大好，呛了风就容易咳嗽。我听四哥说了，今日就是来帮你调理身体的。其实我身子天生就弱，以前父母在世时常给我找大夫调理还好些，后来父母不在了，便更是一日不如一日。好在是遇到了云大哥。把手给我，我看看。确实是有些体弱，我家里有些滋补调理的药，吃着能增强些，平日注意些也没什么大事。云洛家和云帆在他这待了半天，三人相谈甚欢。晚饭时间，两个人才回府去吃晚饭。四哥准备怎么对玉棉？难不成要把她放在外面做个外室？自是不能让她做无名无分的外室，等些日子把她以婢女的身份接到身边，等娶了正室，就抬做个姨娘吧。娘和祖母还算开明，她这身份做个姨娘没什么问题。
云洛家听着皱起了眉头，但是却没多说话。他是一个现代人，自然是接受不了一夫多妻。可是在这个时代，云帆的想法就很正常。在他看来，男子3妻4妾本就是稀松平常，想法不同，自然是聊不到一起去的。回府吃了晚饭，云洛家让云帆明日去他那里给玉棉拿药，便被云逸给拉走了。快到中秋了，这些都是提前准备着的。中秋的灯会比这个时候要热闹得多，到时候整个京城都会挂满了灯笼。相府每年也要提前做好多的月饼，行善布施。陛下也会带着皇后和太子太子妃们去城楼看满城灯火，给李朝祈福。古色古香的长街，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看起来异常美丽。云洛家看着挂满长街的红灯笼，只觉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撼的美感。几个人看着云洛家那喜爱的眼神，都有些心疼他。而之前满心怨气的云梦瑶，竟在这一刻也觉得有些心疼云洛家。在云洛家专心看灯的时候，他悄悄地牵起了云洛家的手。姐姐，中秋我陪你一起来看花灯，到时候再说。他感受到了云梦瑶的一份真诚，便没有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就任由他这般牵着。云梦瑶似乎有些紧张，小手握得不紧，但是掌心很快就出汗了。怎么了？热了？没有，不热。热是不热，就是有些局促紧张。云洛家当然知道他不热，只是故意的逗逗他罢了。走着走着，突然迎面有个人撞到了云洛家。男人撞到他后，立马态度良好的道歉。云洛家也不欲与他计较，摇头说了一句无事，便让他离开了。那人刚与他擦肩错过，云洛家忽然想到什么，他伸手摸了摸袖笼，发现君清燕送给他的那枚玉佩不见了。他猛地转身去追，可是那贼已经跑出很远。抓贼，给我站住！不就是一块玉佩吗？你这小丫头追我追到妓院了。还给我！老子今儿还就是不还了。云洛家走过去，还没到门口，就听到嘎嘣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他脸色瞬息变化，脚步停下时已经走到了门口。一个身穿青色锦袍、戴着半张面具的男子站在那儿，手上掐着方才那贼人的脖子。那贼人脖子往一边无力的歪倒，明显已经死了。那面具男转身看到云洛家，眼睛危险地眯了起来，掐着贼人的手松开，贼人的身体软塌塌地掉在地上，而他则若无其事朝着云洛家直直地看过来。他偷了我的玉佩，我只是追来拿玉佩的，麻烦将玉佩拿给我。今日之事我没看到。那面具男子似乎咬了咬后槽牙。就在云洛家以为要武力解决此事的时候，男子突然蹲下去，在贼人的身上摸索起来。是这个吗？对，就是这个，谢谢。云洛家点头，警惕地伸手去接。这男人浑身上下都散发一股子令他不舒服的冷寒之意。云洛家浑身绷紧，提防着他随时出手。可那男子并未对他动手，而是把玉佩放到了他的掌心，然后关上房门。见房门关上，云洛家算是彻底松了口气。他侧眸往房间的方向看了一眼，心里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那男人虽然刻意改变了声音，可是声线他却莫名的觉得有些熟悉。在那儿！刀光剑影齐齐向云洛家踢了过来，他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转身就跑。可刺客却没有追过来，他在拐角处停下，趴在墙边疑惑地伸头看了一眼。刚才那个位置，不知道哪出来的两个黑衣人跟着另一群黑衣人站了起来。刺客中一名黑衣人飞身趁乱逃跑。尾巴，去追人，留个活口，我这儿全杀了。好嘞。尾巴？他听到过君清燕叫尾妻，这个尾巴跟尾妻应该是有些关系的。看来这两个人是君清燕派到他身边保护他的人。等着这边黑衣人都处理完毕，七小姐，我是安宁王以为六，王爷命我们保护七小姐的安危。跟云洛家方才猜测的差不多。麻烦你们了。房顶有个黑衣人飞身过来，云洛家警惕地看了一眼。无妨，是尾巴回来了。七妹妹，七妹妹你在吗？云洛家看了一眼满地的尸体，快步迎上去。五哥，我在。他迎上云逸，在云逸发现尸体之前，直接拉着云逸转身往回走。天这么晚了，我们回家吧。哎，我怎么闻着前面有一股血腥味啊？没有啊，我就是从那边过来的，那边什么都没有。云逸问妹妹是否抓到了贼人。没抓到，
他被追得急了，就把我的东西扔给我了。财物被偷了也就偷了，你的安全最重要。你就这么不管不顾的去追那小偷了，可担心死我了。上次他把妹妹带出去，又把妹妹弄丢了，就产生了应激反应，方才找不到云洛家，差点把他吓死。五哥，别担心，我会武功的，你忘了？对上这种小贼，只有他倒霉的份儿。哎，话虽如此，可难保他不会狗急跳墙呢。云逸还是心有余悸，云洛家不再多说什么，两人回到热闹的街上。姐姐，没事吧？东西可拿回来了？没事，拿回来了。算了，丢了就丢了吧。今天去过那么多地方，也不可能找回来了。只是可惜了，那是小姐平日最喜欢的簪子。倒也无所谓，再买个相似的就行了。云洛家不是最喜欢那个簪子，而是因为它素雅不惹人眼，戴起来又轻便，所以每次都选那只。夜深人静之时，潜藏在屋檐下的尾巴忽然警惕起来。他看到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落在云洛家的窗前，随后又飞身上了房顶。那男人在房顶坐了许久，尾巴看了一眼韦六，韦六摇摇头，没让他动手。此人看着并没有恶意，他们是保护云洛家的生命安全，现在不是该出手的时候。面具男坐在房顶，手里拿着一只木槿花的金簪，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簪子收回腰间，飞身离开了丞相府。需要禀报王爷吗？明日我去禀报王爷。四哥，我开了个药铺，你帮我找个稍微懂点药理的伙计吧，我平时也不能每天都消耗在药铺里。啊，这个好办，四哥得空就给你办了。你怎么想起开药铺了？可是银子不够用，不够用就跟四哥说呀，四哥这有，这里应该有个2000两，你拿着用。哎呀，我不缺银子，我开药铺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就不细细跟你说了。喏，这是给玉棉的药，你给他送过去，我就不去了，我今天得去药铺。好。云帆接过药，把银票强行地塞到他的手里。拿着买衣裳穿。这是哥哥的心意，云洛家不好再推脱，便收下了。小丫头说有人来抓药，没想到是云大哥。我路过，看到小丫头在里面擦柜子，好奇进来看看，顺便给我娘照点安神药。她最近总是头疼，睡不好。将军夫人是最近才头疼吗？最近睡不好？嗨，她时常头疼，大夫看了不少，效果甚微。似乎是每个月特定那几日，她便会说头疼，睡得不好，也不愿意出门。每日特定的，还是那几日？我知道了病症，一会儿给你开点药，拿回去煎了给夫人喝。不过她的症状还是针灸治疗效果好些。云大哥所说的应该是神经性偏头疼，每月的月事期受激素的影响便容易失眠，头疼的症状也会严重些。我只说了这些，七妹妹就能判断出病症根源所在，果真是医术了得呀。我去给云大哥抓药。相府七小姐可在？你们何事？皇后娘娘召见七小姐，麻烦七小姐跟老奴进宫吧。云洛家与皇后从没有单独见过面，不明白皇后为何突然要见他。不过光天化日之下，皇后这么明着召见，不可能会对他怎么样。他给云慕瑶的药才抓了一半，便对那宦官微微一笑。麻烦公公稍等，我把这药给抓完。那七小姐可快些，别让皇后娘娘久等了。云洛家丝毫不理会那老太监，不急不躁地把药抓好。云大哥，3碗水熬成1碗，1日1次，睡前服用。若是无效再来找我，到时候我上门去给将军夫人看看。好，七妹妹快去吧。云洛家依旧不着急。小丫头，收拾好了就锁门回家。今日我不在，药就不抓了。我把这边擦完。七小姐，您快点吧，娘娘还在等着你呢。那宦官已经有些不耐烦。云慕瑶看着他那傲慢的态度，皱了皱眉头，但最终也没说什么。成了，走吧。臣女见过皇后娘娘。七小姐，见皇后娘娘该行大礼的。实在是抱歉，我乡野长大的，不是很懂宫里的规矩。云洛家当然知道要行大礼，但他只是单纯的不想下跪而已。无妨，给七小姐看个座。云洛家也不客气，直接坐到了宫女搬来的椅子上，看着皇后，等着皇后说传召她的目的。本宫今日找你是为二皇子，那孩子这些年受了不少的苦，这刚被陛下接回京就接连受伤，
我这个做母后的呀，看着他这么多天不醒，也有些心疼。宫里的御医啊，虽说他没有生命危险，可这都多少天了，他都没有醒来。本宫觉得这御医都无用，便想让你帮着去看看。皇后娘娘是想让我去给二皇子看伤？云洛家听他说了半天，也没明白他的目的。本宫是想让你帮本宫看看他能否醒过来。哦，我要是能让他醒来，可需要我帮忙救治？你能治好他？没看到人呢，没什么把握。云洛家继续装傻。陛下想让你去给二皇子治病，到时候你只需与陛下说二皇子无法醒来，其他的事情便不用你管了。你能明白本宫的话吗？云洛家自然是明白，皇后的意思是让他推翻御医说的没有生命危险，让皇帝做好二皇子要死了的准备，然后好方便他下手把二皇子弄死。臣女不甚明白，二皇子能否醒来，臣女暂时还不能确定，得看了二皇子的情况再说。无论他能不能醒来，你都要说你无能为力，这回明白了？哦，臣女明白了，可我为何要那么做？皇后只好耐着性子。本宫可许你太子妃之位，太子妃可是未来的皇后，你做了太子妃，便可光耀门楣，让丞相大人成为国丈。云洛家心里呸了一声。啊，太子不是有太子妃了吗？皇后如今还在计划着为了梅英儿的太子妃之位，那她是不是该约梅英儿空了出去喝喝茶聊聊天呢？这个你不必管，本宫答应你，自然会让你坐上太子妃之位。哦，臣女明白了。那你知道该如何做了吗？皇后以为云洛家真的明白了，笑容逐渐温和。你我日后便是一家人，我们理应一条心，对吗？嗯，皇后娘娘说的是。如此，今日留下与本宫一同用午膳吧。用了午膳，便去二皇子府上给二皇子诊治一番。臣女就不在皇后娘娘这里用膳了，我早些去给二皇子诊治一番，办好您交代的事情。云洛家赶紧站起来告辞。也好，过几日本宫再接你入宫用膳。这皇后口口声声说心疼二皇子，可是却想要置他于死地，真是又当又立，虚伪的让人恶心。吃了午饭后，大林子亲自送来一个盒子，说是君清燕让送给他的。云洛家接过木盒打开，发现里面放了一盒子红彤彤的剥好的石榴，石榴上还放着一张纸。云洛家把盒子放到桌上，打开了那张纸，只见纸上写着几个字：汝从未知吾思其人，思其心，只难以请示。君清燕的字很漂亮，这句带着相思之意的话配上她的字，格外让人心动。云洛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里却是甜滋滋的。这个君清燕真是知道怎么撩人呐！大林子还没走，云洛家让他稍等片刻，走到小书房写了一封回信：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不只是君清燕会撩人，他也会啊，不会也得学着撩回去。让他睡前再打开。好的，七小姐，我会转告王爷的。对了，王爷还说，无论皇后见七小姐说了什么，七小姐都不必理会。我不是警告过你离我远点吗？你先松开我。他试探着抽了抽手，可是君玄义的手仿若钢筋铁骨，捏着他的手腕骨头都要断了。他哪里像是要不行的样子，明明根本就什么事儿都没有。手腕要断了，你先松开我。君玄义看到他痛苦的神情，这才松开了。奴婢给二皇子换被褥。不是说二皇子没机会醒来了吗？二皇子如今醒了过来，要是知道他们在他昏迷期间这么对他，他们怕是凶多吉少。眼看着被褥更换好，云洛家摆了摆手，示意两个人出去。我并不想靠近你，是奉陛下之命来给你治疗的，你别乱动了，我看下伤口。他并不好奇君玄义为什么装昏迷，也不想知道。一个皇子过得这么惨，若不是心思深一点，估计活不到现在。有些时候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他懒得去招惹这些事情。我会禀明陛下，在我来之前你就醒了，你得配合一下。只有放出消息说君玄义在云洛家来之前就醒了过来，皇后那边才没有理由去找他麻烦。他没有理由帮着皇后去害二皇子，也不想招惹上皇后那个麻烦。为何？云洛家把手从他背下穿过，扶着他坐起来，又脱掉他的上衣，解开他的身上看着许久都没有更换过的纱布。温热的手触碰到君玄义的皮肤，
君玄义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他低头看着认真给他解开绷带的云洛家，鼻尖萦绕着他身上的馨香。他抿了抿唇，紧张地屏住呼吸。放松，伤口要崩裂了。皇后找过你吧？你为何不听从她的吩咐，反而要帮我呢？他确定云洛家不会害他，因为要害他的话，没必要多此一举让人给他换被褥，更没有必要在他毫无抵抗力的时候一次一次地救他。你会算命吗？皇后找过我，你都知道。君玄义没有解释，只是垂眸看着认真处理伤口的云洛家。经过他的妙手处理，本来狰狞的伤口瞬间齐整，只留下一道秀气的伤痕。云洛家剪断了缝合的线，正准备收拾工具，君玄义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怎么了？二皇子对我的缝合技术不满意？君玄义松开手。不要与皇后和太子为伍，因为他们迟早会死在他的手上，他不想伤害云洛家。二皇子的担心多余了，我对你们皇家的争斗毫无兴趣。要不是陛下让我来给你治疗，我并不准备掺和进来。七小姐是个聪明人，如此甚好。我明天会来给你消毒换药，直到伤口彻底愈合。记得你答应我的，陛下问起，便说我来之前你就行了。君玄义清醒过来，应当会差人进宫禀报皇帝，并不需要他多操心。别穿了，一会喊你的婢女给你拿件干净的吧。皇子做到这个份上，实在是难为他。成大事者必能做到忍辱负重，这二皇子定然不简单。这样的角色通常都会是大 boss， 毕竟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明日何时来给我换药啊？大概在午时之前。天不早了，我先走了。对了，你身边那2个婢女换掉吧，不是什么好鸟。身后的君玄义缓缓勾起了嘴角，不是什么好鸟，此话倒当真是有趣。皇后安插的人既然被他抓到了错处，不该是换掉，而是该直接乱棍打死，扔到乱葬岗让乌鸦蚕食才对。日落西山，大林子又给他送了一些桃花糕过来，还附带了君清燕的亲笔情书。晚风起许撩人意，清茶等风也等你。云洛家看着寥寥几字的书信，忍不住笑起来。明早就相见，这大男人怎么这么酸呢？他让大林子等一会儿，点了灯去小书房给君清燕回了一封信。山河已暮，时已寝安，虽不同枕，但与同梦。晚安。君清燕拿到云洛家的回信后，仰头望向空中的圆月，唇角勾起温柔的笑意。小姑娘不来给她看病的时候，从来都想不到来找她，明显的就是对她没有上心。不过倒也无妨，感情之事慢慢培养便好。今日来的倒是早些。王爷能扶着东西站了，恢复的比我想象的要快。突然，君清燕体力不支往他的这边倒了过来，云洛家快速张开双臂接下了他倒下来的身体。君清燕抱住云洛家，扬唇笑着，能扶着东西站一会儿，但是坚持不了多久。幸好家人扶住了我，不然可要摔了呀。怀里的男人腿上没有什么支撑力，高大的身体压得云洛家都快扶不动了。云洛家心想，身边那么多的影卫暗卫，还鬼扯什么没他就摔倒了，明明就是想占他便宜嘛。他双手揽住君清燕的腰，对着旁边冷眼旁观的小林子吩咐：小炮仗，看不见你家王爷站不住了，快把轮椅拿过来啊！叫谁小炮仗呢？嘴上不服气，却很听话的去把轮椅给推了过来，帮着云洛家一起扶着君清燕坐下。云洛家低头看着自己被君清燕握住的手，没有挣扎，侧眸看着君清燕故作若无其事的脸，只觉得她有几分说不出的可爱，想牵手竟然还偷偷摸摸的牵。如此可爱的人在战场上真能让敌人闻风丧胆吗？前日袁不凡找你麻烦了吧？本王已经严惩了。王爷如何严惩的？本王令他回去将兵书抄写3遍。他这人呢，大字不识一箩筐，让他拿笔比杀了他还难受。让他长了记性，下次便不敢招惹你了。那可真的是要感激王爷为我出头了。让一个舞刀弄枪的大老粗去抄书，也就君清燕能想出这么损的招了。君清燕抬眸瞥了他一眼，本王护着自己的王妃，用得着你感激？他这话中没有不高兴，但多少带着点怨气。听到君清燕的话，云洛家稍稍愣了一下，
故意的跟他开起了玩笑。王爷言之尚早，你的王妃现在还不是你的王妃呢。话音刚落，君清燕漆黑的眸子突然望了过来，他眯着眼睛直直地盯着云洛家。云洛家也觉得自己似乎斗得过分了，君清燕却突然转移了话题。昨日你去了玄逸的府上啊，他的身体如何了？本王自己可以，你先出去。我到那的时候他就醒来了，我只是帮忙处理了一下伤口，他好好养着，很快就能好了。尾六、尾八，金弓和武功都是拔尖的，可以保护你的安危。那日刺杀你的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无从查起。见云洛家只是认真的给他扎针，没有任何反应，他继续说道：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相信王爷，而且我也没觉得担心或害怕。若真的是害怕，我便会离你远点了。哦对，还有三皇子和二皇子都得离远点，毕竟靠近你们才会有危险。这其中二皇子最危险，他确实也不想靠近，只是皇命难违呀。本王是不是该夸你一句好胆识？君清燕和云洛家相处有些日子，见他第一面便知道他有胆识，自然知道他这种性子是无所畏惧。但是无所畏惧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猖狂，这样的性情身份地位不够高，容易招惹事端。好在第一次招惹的是他，也慢慢的让他生出了要保护他的心思。他君清燕可以给他至高无上的身份和权力，只要他安在，便可以护他余生安稳。那倒是不用，手给我。君清燕把手伸出来，放到云洛家的掌心，还收起了手，捏捏他的小手。云洛家看着掌心指节分明的一只手，忍不住笑了，翻转过来把手指搭到了君清燕的脉搏上。只是整个脉看看，你又趁机占我便宜。平日里君清燕看着冷漠寡情，谈起恋爱竟然还有些粘人，似乎随时都想贴贴。家儿留下，我还有话要与你说。王爷还有何事要与我说？太子与皇后皆不可多接触，本王并非吃醋，而是知晓他们的本性。云洛家想起昨天二皇子也警告他不要与皇后为伍，看来这皇后和太子都不太得人心呢。你放心吧，我本身就不太喜欢皇后和太子，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不会接触的。那我便放心了。尾六尾八会一直跟在你身边，你若有什么事，直接吩咐就是了。我知道了。他觉得今天君清燕的话格外多一些，似乎心里有什么事。我今日还要去给二皇子换药，时间不早了，差不多要过去了。明日是不是还要过来给萧景治疗啊？确实要来的。不过三皇子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再做一次针灸，吃着药就可以了。好了，我走了啊，明天见。明日见。臣女见过太子，见过二皇子。七小姐不必多礼，我原先听闻七小姐是神医在世，没想到七小姐当真是妙手回春。二弟的伤，宫中御医都束手无策，七小姐一来，二弟便醒了。他眼神直勾勾的，带着探究，看得云洛家心里很是厌恶。云洛家忍了又忍，才没有怒怼他。什么狗屁神医在世，他昨日来之前我便醒了，不然凭他，本皇子不是说了今日不用你换药吗？不要妄想利用我来讨好父皇，这条路根本行不通。平日里君玄逸话很少，可是今天竟格外的多。他说的话都不好听，但云洛家却能立刻明白他的意图。他这话明显是想表达对云洛家不满，觉得他医术不行，还想利用救他来讨好皇帝。这潜在的意思就是皇帝根本就不重视二皇子，就算是云洛家治好了他，皇帝也不会在意。云洛家想着戏都演到这个份上，那得配合他一下，便从药箱里拿出一个小瓶子，耍起小性子，很不高兴的给他扔到了床上。要不是陛下的旨意，你以为我愿意给你看病啊？是皇子了不起啊，今天我还就不忍你这个臭脾气了。走到门前还觉得不解气，回头瞪了君玄逸一眼。是你自己不让我换药的，陛下问起，别说我不管你。要不是因为看到君玄逸身边没有可用之人，他也不会来给他换这个药。反正伤口已经处理好，他骂起人来如此铿锵有力，看来身体是没什么问题。七
今日可有事？本宫带七小姐出去看斗兽如何？不好意思，我有事。七小姐不给本宫面子，真的以为靠上了小王叔，便可以不把本宫这个太子放在眼里了吗？本宫让你去你就去，若是再反抗，可要想想，你二哥可是在本宫手下做事的。云落家指尖夹着的钢针都快要运用，听了太子的话，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觉得这太子多少有些脑子不太好使啊，前来无事找他什么麻烦？找他的麻烦对他太子有好处吗？完全没有啊。云落家也不怕他，但是他毕竟是太子，撕破脸确实对丞相府和云峥不好。他没事就去安宁王府，众人都知道他和安宁王关系不一般，也知道他给三皇子治病，如今又给二皇子治伤。从君清燕和君玄逸的态度来看，这个太子和他们绝不是一路，反而可能是暗敌。他和君清燕、二皇子、三皇子都有接触，旁人便很有理由怀疑他云落家与太子为敌，严重的上升到丞相府的立场。但他若是与太子走得近些，便没有人敢轻易断定他与太子为敌。如此一想，似乎对丞相府对他都没有坏处。既然太子好意，那我便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可会骑马？会。要是说不会，他都严重的怀疑太子是不是要抱着他与他共乘一匹。殿下，那边已经准备妥当，公子小姐们都已经来了。好，奴隶都带过去了吗？云落家下马，跟着太子一行人继续往里走去，一边走一边观察周围的环境。这里可是养了许多猛兽，七小姐要是怕的话，可以躲在本宫身后，本宫保护你。那可真的是要谢谢太子殿下了。今日他知道自己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可是对于太子，他是真的很不喜欢。这群都是奴隶，那个小个子不要小看他，他可是能战猛虎的。把他送给本宫的人说，他是跟狼群一起长大的狼孩子。别看了，走吧。云落家正要转身离去，忽然看到那孩子的身上掉下一个东西，他走过去，弯腰把东西捡起来。那孩子突然暴走，向他这边冲了过来，嘴里发出猛兽一般的呜咽之声。云落家下意识的后退2步。要这个？怎么回事？哦，那位小姐拿了她视如命的狼牙。这狼孩无论平时怎么打骂都不闹，但有人碰了他的狼牙，他会立刻扑上去把人撕碎。我不拿你的东西，这就还给你。你疯了！他出手极快，一下就能抓破你的喉咙。虽说他今日带着云落家过来是想吓唬他一番，可却不能真的伤害了他。他还在拉拢丞相，而丞相爱女如命，要是云落家在这里出了事情，他没办法跟丞相交代。那狼孩本来安静下来，却见云落家被拉了回去，又开始激动。让他给我安静下来！士兵即刻用长枪击打那个狼孩，一边打一边训斥。行了，别打了，我把东西给他就好了。云落家挣开太子的手，对着那个狼孩露出和善的笑容，把狼牙扔给了他。他又不是傻子，当然不会就这么傻乎乎的走到一个如此危险的人身边。他刚才只是想找个合适的位置，把狼牙扔给他。狼孩快速地接住狼牙，再看云落家时，他的眼神不再像刚才那般凶狠。七小姐又见面了，最近过得可还好？这前些日子不是还勾引着安宁王，如今又想勾引太子殿下，丞相大人真的是教女无方啊，教出你这么个下贱！啪的一声，穆锦棉重重地挨了一巴掌。哼，我告诉过你吧，少惹我。还有，我最不喜欢别人对我家人指手画脚了。我可是陛下下旨赐婚的太子侧妃，你竟敢打我！秋日宴后，皇帝给穆锦棉赐婚太子做了侧妃，三皇子赐婚文将军之女，还给2位公主也指了婚。这些事情，云落家倒是听云逸提过一嘴。周围人人都知道云落家有安宁王护着，这次他又是与太子一起来，便都没有多说话。哼，我打你就打你了，你能怎么样？要是只阴阳他2句，他忍了也就忍了。可是这个傻女人，竟然非得要阴阳云华胥，这他就忍不了。他云落家在公共场合打人，也不是1次2次，就算是穆锦棉即将成为太子侧妃，他也照删不误。太子和太子妃他都不怕，怎么会怕一个还没入宫的侧妃？皇兄，这乡下长大的小妮子可够辣的呀。
秋日宴闹了一场，这刚回来就又闹了起来，还打了你即将入宫的侧妃，你不管管去啊？确实是有够泼辣的，什么侧妃，没脑子的女人罢了。看会儿热闹，听说她是君清宴的心上人，本宫觉得把她纳入后宫比较有意思些。皇兄啊，你这想法可真够损的。你要是得了这七小姐的芳心，不是公然让王叔没脸啊？哼，就得吓吓她的脸。七小姐，你为何又要欺负舍妹？他侮辱家父，你说该打吗？穆景眠，我说过很多次了，我是穷乡僻壤长大的，不懂什么规矩，但我知道，我不去招惹别人，别人也不会上杆子来打我的脸。你说我说的对不对？以后再惹我，我一定会揍得你爹娘都认不出你。太子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这时才走过来，漫不经心地询问：“怎么这般闹腾？”穆景眠以为太子是来给他撑腰的，一时哭得更凶了。他委屈地控诉着云洛家打他。太子殿下不是邀请我来看斗兽吗？何时开始啊？我可不想在这陪穆小姐耍心眼儿。哦，对了，穆小姐还闯出天际，斗得这么没水准，像个小孩子过家家，无趣得很啊。太子听了云洛家的话，忽然心情舒畅，开怀大笑起来。好，看斗兽。见太子如此优待云洛家，众人心里都有些吃惊。这时，大坑下面的门里走出一只体型庞大的老虎，众人瞬间沸腾起来，都不再关注云洛家。云洛家开始以为斗兽是动物之间的打斗，刚才看的那些人便想到了会是让人斗兽，但是想到跟亲眼看到完全不是一种感受。周围的人群显然很兴奋，高声呼喊着让老虎赶紧把奴隶撕碎。平日里斯文儒雅亦或是温柔如水的官家女子，此刻却都像是吃人的恶鬼一样面目可憎。云洛家自认自己绝不是什么慈悲心肠的人，但也看不得这种反人类的表演。旁边的太子看着惨无人道的场景，竟然面色冷淡，眼底甚至带着几分不耐烦和嫌恶。云洛家之前对他只是不喜欢，现在便可以说是厌恶。七小姐第一次看斗兽吧，前面的都只是开胃菜，后面的才是重头戏。不用担心，老虎上不来，伤不到你的。云洛家微微蹙眉，没有理会他。斗兽前，野兽都是要饿上3天的，不能让它吃饱了。它若是吃饱了，对接下来的对手就不感兴趣了。重头戏这才开始，七小姐这是要去哪里？哎，狼孩来了！狼孩斗兽最有看头了。不走，站起来活动一下。云洛家看着那个狼孩，心里无比紧张。不知为何，他看着这个狼孩，总感觉心里揪着。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与这个狼孩只是第一次见面，但心里好似有一种难言的心疼。眼看着猛虎快要拍到狼孩，他悄悄的出手，一根钢针快速的插进了老虎的眼睛。钢针整根的没入猛虎的眼睛，那猛虎身体一颤，发出一声冲天的哀嚎，用爪子抓挠着自己的眼睛。云洛家见老虎停止攻击，暗暗地松了一口气。那狼孩突然转头看向他，有些懵懂地歪着头。他似乎发现云洛家帮助他，可是不理解云洛家为何要帮他。小心，躲开！只见那狼孩身形灵敏地躲避，随即一个利落的弹跳骑在了老虎背上。骑虎难下，这狼人定然不懂，竟然还敢骑到老虎背上，看着猛虎怎么把他摔下来，把他撕碎的。谁知这人话音刚落，狼孩蓄力一拳，手中狼牙狠狠插进老虎的颈部，随后在众人的目光中把手指插进猛虎的伤口，徒手撕开了老虎的脖颈。老虎脖子的鲜血如血柱一般喷涌，给狼孩洗了个澡。没一会儿，几百斤的猛虎轰然倒地。太子见状猛地站起来，咬着牙满眼心疼地看着倒地的老虎。相对于众人的震惊，云洛家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哎，狼人要爬上来了，快准备弓箭！众人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提前没有准备远程弓箭手，所以这会儿一时慌乱起来。狼孩的速度太快，抬起头恶狠狠地盯着太子。快，给本宫弄死这个怪物！你不杀我，是因为知道我刚才帮你了，对不对？你放心，我没有恶意的，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狼孩似乎根本没有听懂他的话，依旧紧紧盯着他。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会伤害你。
我想办法救你出去，你愿意跟我走吗？狼孩依旧没有反应，但似乎看出了云洛家的善意。皇兄，你刚才抓了七小姐扔向了狼人，他若是不死，怕是会记恨你的仇吧。还有这狼人野性难寻，这般危险，若不赶紧射杀，抱走了之后，万一伤了你我，那就不好了。可这么多人看着，直接射杀相府嫡女，本宫便彻底与丞相为敌了。命人射杀狼人，把狼人激怒了，他定然会对这七小姐动手的。到时候他就是死于狼人之手，与皇兄有什么关系啊？太子眯着眼睛想了想，的确可以这么做。虽说云洛家是他带来的，可是死于狼人之手跟死于他之手还是有天壤之别。况且他方才情急之下确实没有看清身边的人是云洛家，就直接把他给扔了出去。若是云洛家回去记仇，他依旧还是会得罪丞相。方才事态紧急，看到他把云洛家扔出去的人并不多，事后封了他们的口也简单。云洛家耳聪目明，听到了两个人的密谋，正谋算着有几分把握带着狼人一起逃出去。看着太子缓缓抬起的手，云洛家紧张地吞了一下口水。这百寿园今日好生热闹啊，是有猛兽跑出来了，怎么还惊动了弓箭手？此时君清燕的声音仿若是天籁，云洛家听到他声音的一瞬间便知道自己有救了。过来，这里是安全的，来我身边。君清燕在一旁看云洛家看都不看他一眼，心中暗骂了一声，这个小没良心的。有个狼人奴隶跑出来了，伤了不少人，还差点伤了七小姐，我这才让弓箭手准备射杀这个狼人奴隶，救下七小姐。听到太子的这番说辞，云洛家心里翻了个白眼儿，却没有揭穿。今日之事让他心中生出了一个想法，必须干掉太子，让他彻底没有翻身的可能。所以在做不到那个程度之前，暂且还需要隐忍。小王叔，今日怎么有空来这百寿园呢？嘉儿胆子一向小，本王听闻太子带着嘉儿来百寿园了，心里担忧，这才亲自接她回去。看你吓得满头的汗，擦擦吧。小姑娘家的，来这关押猛兽的血腥之地做什么呀？你当我想来啊？还不是你的好大侄儿非让我来。太子对君清燕心生不服，但是面上却不敢招惹，有些心虚的吞了一口口水。身为储君，不在宫中为皇兄分忧解难，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到这里看那种惨无人道的表演，太子，你太令本王失望了。小王叔，是我请皇兄。还有你，每日不学好，酒池肉林，奢靡无度，简直荒唐！你知道每日参奏你的折子有多少吗？太子和四皇子心中对君清燕不服气，却也不敢反驳，毕竟连皇帝都要让他3分，反驳他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受到责罚。让禁卫军将这些人送回各个府上，责令各府家法伺候。禁卫军关行，告诉各位大人，谁家下不了手的，回头本王亲自去处置。君清燕摆摆手，大林子便带着一群禁卫军送那些官家小姐公子们全部离去。你倒是胆子大，哪怕是太子强迫你过来，你拖延些时间，本王也能早些过来，不至于让你陷入危险啊。方才他看到云洛家被弓箭手围攻的时候，心脏都吓得收紧。太子那撕破脸的决绝模样，但凡他晚来一会儿，云洛家和狼孩都会被太子射成刺猬。云洛家其实从始至终没想过要找君清燕，这会儿被他说的有些心虚。我没脑子，我没想那么多嘛，是我的不对，辛苦王爷了。别敷衍我。好了，别生气了。云洛家以为他还在生气，看了一眼周围，弯下腰来，悄悄地在他脸颊亲了一下，低声地哄着他：别生气了嘛，我下次注意。君清燕被他大胆的动作惊得一怔，红晕倏然间爬上耳间。他往旁边看了看，小林子红着脸连忙转身，还抬手示意其他的禁卫军转过身去。君清燕眼唇轻咳了几声，嘴角却是控制不住的弯起来。今日之事便算了，日后小心些。是，知道了。君清燕看着他那敷衍的态度，心中十分无奈。不过不是因为他态度敷衍，而是因为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来救他，出事的时候更没想过要找自己。归根结底，云洛家从没想过可以依靠他君清燕。罢了，日子还长，慢慢来吧。
他轻叹一声，收回视线，望了一眼那个狼孩。你可愿意与本王离开？狼孩不解，防备地抬起手。跟我们回去，我会保护你，你愿意吗？狼孩是跟着狼群一起长大，听不懂人言也实属正常，但是野兽能够敏锐地从语气中感受到对方是否有敌意。王爷，我二哥是在太子手底下做事吗？算起来，你二哥算是太子护卫军首领麾下做事。他用你二哥威胁你了？对，他不但拿我二哥威胁我，还拉着我当人肉盾。他可真不是东西，残酷、冷血、暴虐，毫无人性，畜生不如。他不配做储君，倘若让他做了皇帝，李朝就完了。君清燕的视线看着他，眼神逐渐深邃，表情也严肃起来。嘉儿是这么想的？我这么想有错吗？他拿人命聚众取乐，虽说那些人本身就是奴隶，可却也不该扔给野兽折磨。他身为储君，却毫无怜悯之心，看到猛兽将人撕碎，竟然还能笑得那般高兴，简直就是残暴冷血。嘉儿今日所受委屈，本王会帮你讨回来的。不是，我的委屈是一回事儿。王爷，太子真的不能担当大任，您辛苦守护的李朝，不想败坏在他的手里吧？嘉儿说的对，本王辛苦守护的李朝山河，自然是不能毁在他的手里。他伸手握住云洛家的手，只是这事儿本王会斟酌，你别操心，也别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还有件事，你说便是了。给我二哥调个职的权利，王爷有吧？丞相府的二公子，确实是个不错的将才，这事简单。那就先谢谢王爷了。云洛家觉得有个有权有势的靠山，感觉真是不错。可还有事要本王办，日后有事还直接与本王说便是。这天下，本王办不到的事情很少，只要嘉儿想要的，无损国本的，本王皆可为嘉儿办。但倘若嘉儿能跟本王撒个娇，便更好了。王爷喜欢那种小女儿姿态的？这个我倒是也会，只是这里有孩子在，不太方便。